在华夏悠悠5000载的岁月中，唐宋元明清绝非是5个寻常的朝代。从唐朝的借隋治兴，到宋朝的资本萌芽，再到元朝的短命融合，以及明朝的场位横行，最后直到清朝的闭关锁国，这5个朝代承载着华夏文明极为重要的变革，也发生了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这集影片将带你探索唐宋元明清这5朝近1300年的千秋之事。唐朝是继汉朝之后又一个强盛的历史朝代。公元618年，李渊强迫杨佑禅位给自己，李渊称帝，唐朝正式建立。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柱禅位，建立后梁，唐朝正式灭亡。唐朝从建立到灭亡，国祚289年，共传22帝。在华夏的大一统王朝中，唐朝是实际存世最久的王朝。虽然汉朝时间更久，但很多人不认可东汉是西汉的延续。至于南宋，则属于偏安一隅，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唐朝的第1位皇帝是唐高祖李渊。李渊出身关陇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的姐姐，自幼深得隋文帝和独孤伽罗的垂爱。隋文帝死后，即位的隋炀帝杨广滥用民力，横施暴政，加之3征高句丽的失败，导致民变四起，天下大乱。于是李渊趁天下大乱之际，在晋阳起兵，攻陷长安后，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佑为帝，自己则领大丞相，封唐王。公元618年，李渊在得知隋炀帝在江都之变被杀后，就逼迫杨佑禅位于自己。最终李渊成功篡隋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李渊称帝后，让他的儿子李世民统兵，先后击败了陇西的李轨，消灭了西秦的薛举父子，击退了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了夏王窦建德，破降了洛阳王世充。自此，唐高祖李渊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唐高祖在位期间，从谏如流，宽减刑罚，继续科举制，加强军事力量。他厉行节俭，纪行货币改革，抑制佛教发展，为唐朝后来的繁荣盛世奠定了基础。但到晚年优柔寡断，未能妥善处理皇位继承的问题，尤其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关系，致使2子相争，引发了玄武门之变。最终太子和他的党羽被李世民所杀，之后李渊被迫禅让。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在做了9年的太上皇后，病逝于长安，享年70岁，在位8年。唐朝的第2位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在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军功最为卓著。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广开言路，厉行节约。不仅如此，他还攻灭了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了高昌、丘子和吐谷浑，重创了高句丽。这些军事行动极大地扩大了唐朝的版图和势力范围，从而稳固了边疆，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史称贞观之治，为唐朝后来100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了基础。当然，唐太宗虽然是明君，但也做了一些昏庸的事，比如修改实录，晚年不太喜欢那件，想吃丹药长生不老等等。唐太宗是唐朝第1个因为吃丹药而死的皇帝，不过这对唐朝皇帝来说只是个开始。
因为后来有太多的皇帝都在效仿唐太宗。公元649年，52岁的唐太宗病逝于长安寒风殿，共在位23年。唐太宗争议最大的就是玄武门之变了，这件事是他一生的污点。唐朝的第3位皇帝是唐高宗李治，李治是唐太宗的第9个儿子，他和他的爷爷李渊一样，都是被严重低估的皇帝。他即位后继续执行父亲唐太宗制定的各项制度，同时在李绩、长孙无忌与褚遂良3位大臣的辅政下，使得百姓富安，颇有些贞观之治的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同时，唐高宗在军事上先后灭了西突厥、百济与高句丽，使得唐朝的版图达到了历史最大。不过，唐高宗在位期间做了一件错得非常离谱的事，就是让后宫干政。尤其是他在位的晚期，因为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致使皇后武则天几乎掌握了所有大权。这件事差点毁灭了唐朝的政权。武则天原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死后，他出家为尼，而后武则天被他的儿子唐高宗召入宫中。此后，武则天被唐高宗立为皇后，朝政大权也逐渐向武则天的手中转移。公元683年，56岁的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共在位34年。唐朝的第4位皇帝是武则天。在华夏上下5000年的历史当中，武则天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起初，她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才人，不过她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凭借着自己风华绝代的容颜以及常人不可比拟的谋略，在古代后宫以及朝堂之上逆风翻盘。她打破了男权主义的规则，成为了一代女皇，并开创了5洲天下。其实武则天是唐朝的第6位皇帝，之所以说她是第4位皇帝，是因为从唐高宗晚期时起，她就一直掌握着政权，而中间的2个皇帝都是她的傀儡。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在她14岁的时候，唐太宗选秀女，她便被招入了洛阳宫，赐为武媚。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按照唐朝律法，当时的武则天没有子女，所以只能跟着其他的嫔妃一样出家为尼。公元650年5月，唐高宗李治带领着皇后和大臣前往了改业寺上香。这次皇帝的来临彻底改变了武则天的命运。当时的王皇后察觉到唐高宗特别喜欢武则天，于是他就派人秘密地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之后，他又不着痕迹地把武则天送到了唐高宗的寝宫。可是他哪能想到，这一做法根本就是引狼入室。不久后，重回皇宫的武则天又有了名正言顺的封号。此时的武则天手段高明，心狠手辣，她对唐高宗了如指掌，王皇后和萧淑妃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之后，武则天为了嫁祸王皇后，不惜杀死了自己的幼女安定思公主。唐高宗在武则天的蛊惑下大为恼火，于是将皇后贬为庶人，而长孙无忌等等的老大臣也全都被贬出了京城。因为后期唐高宗的身体不好，所以强势的武则天开始把住了皇帝的命脉，慢慢的开始干政。因为武则天在政治这方面的见解是非常独到的，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所以皇帝在征求了大臣们的同意以后，便接受了武则天的诸多政治建议。武则天踢开了绊脚石，自然无人能与之匹敌了。过了不久，唐高宗又下诏，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此时，
距武则天第二次入宫还不到1年的时间，67岁的武则天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她是华夏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她是一个具有非凡权谋的女性统治者，喜欢任用酷吏专制来稳固自己的政权。同时，晚年的武则天沉湎享乐，宠幸男宠，并纵容男宠插手朝政，从而导致君臣的关系异常紧张。武周政权也因此陷入动荡，人心不稳。公元705年的2月20日，凤阁侍郎张柬之等人力图拥立李显为君。他诬称武则天的男宠谋反，并率领禁军诛杀了男宠张易之与张昌宗。随即，禁军包围了集仙殿，逼迫武则天退位，史称神龙政变。次日，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3天，武则天正式禅让退位，最终在位15年。退位后的武则天没多久就去世了，终年82岁。武则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争议，虽然她的上位史是肮脏不堪的，晚年也颇为昏庸，不过她也在她的统治期间内改革了科举制度，打击了士族贵族，推动了唐朝的经济发展。而且她整肃朝廷腐败，重视农业发展，为唐朝之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唐朝的第5位皇帝是唐中宗李显。李显是唐高宗的第7个儿子，是武则天的第3个儿子。唐高宗死后，即位的唐中宗李显庸弱无能，一切政事都听从于母亲武则天。他继位才55天，就因为与武则天不和，被废为庐陵王。李显被废后，被软禁了14年，直到武则天称帝后，李显才被复立为皇太子。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因神龙政变而被迫退位，而后唐中宗李显正式复位，唐朝复辟。唐中宗复位后，让皇后韦氏参与朝政。韦皇后一心想成为第2个武则天，她勾结宰相武三思专擅朝政，而唐中宗李显最后也被韦皇后所毒杀。公元710年，唐中宗驾崩，终年55岁。他前后2次登基，共在位5年。李显第1次在位时就是一个傀儡，没有任何作为。第2次在位期间，他恢复了唐朝旧制，免除租赋，再次击败了突厥。这些行为确实是明君所为，不过他也放纵皇后和公主一起干政，这却是昏君行径。唐朝的第6位皇帝是唐睿宗李代。李代是唐高宗李治的第8个儿子，是武则天的第4子，也是唐中宗李显的弟弟。他和哥哥李显一样，第1次做皇帝是个傀儡，后面的皇位本来并不是他的，但他却靠着儿子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公元684年，武则天将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后，转而立了李旦做了傀儡皇帝。公元690年，武则天迫使李旦禅位于自己后，篡唐称帝，建立了武周政权，而李旦被降为皇嗣，改姓为武。后来因为李旦参与了神龙政变，所以被加封为安国相王。而韦皇后在毒死唐中宗后，开始掌握朝政大权，并大肆捕杀皇室成员，想要学习武则天称帝。于是他拥立李重茂为帝，并开始加害李旦。之后，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在姑姑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了唐隆政变，处死了韦皇后和他的党羽，拥立李旦复位。唐睿宗李旦和唐中宗李显这对兄弟各方面都差不多，都被废过，后来又再次做了皇帝。虽然都做了一些明君做的事，
但他们俩始终都没有完全掌控过朝政。唐中宗时，李显的老婆和女儿都在干涉朝政；到了唐睿宗时，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同样也在干涉朝政，而且李旦和自己儿子李隆基的矛盾开始越来越严重。在李旦复位后，李隆基又与太平公主发生了权力之争，于是在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决定禅让给儿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而唐睿宗自己则做起了太上皇。他是唐朝的第2个太上皇，他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即位后，发动了先天政变，他将太平公主赐死后，终于结束了朝廷内斗。公元716年，唐睿宗李旦在做了4年太上皇后，病逝于长安，终年55岁。他一生2次登基，共在位8年。唐睿宗和唐中宗一样，都算不上是绝对的明君或是昏君，只能说是政绩平淡，命运使然。唐朝的第7位皇帝是唐少帝李重茂，李重茂是唐中宗李显的第4个儿子。为皇后毒杀唐中宗后，拥立16岁的李重茂为帝，自己则临朝称制。但李重茂在位不足1个月，也为堂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发动的唐隆政变，李重茂也被迫让位给了李旦。而后在公元714年，李重茂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年仅20岁。唐朝的第8位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3个儿子。李隆基在唐隆政变诛杀皇后韦氏后，被父亲唐睿宗立为太子，又在唐睿宗的禅让下继位。不过，此时的朝政大权仍旧被太平公主掌故。李隆基继位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太平公主的手中夺权。公元713年，唐玄宗夺权成功，并赐死了太平公主，最终取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虽然他父亲唐睿宗为这个妹妹求情，但唐玄宗始终没有答应。此后，唐玄宗把明君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极致。他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势，开元盛世。在他的统治下，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远超之前任何一个王朝。不过，在他执政的晚期，开始奢侈淫逸，逐渐怠慢朝政，就是什么昏庸做什么。而且后来，他宠信奸臣李林甫与杨国忠，宠爱杨贵妃，又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来稳定大唐的边疆。结果，杨国忠和安禄山争权夺利，从而引发了安史之乱。这次内乱直接成了唐朝的转折点，唐朝自此由盛而衰。安史之乱期间，长安陷落，唐玄宗仓皇出逃。当行至马嵬驿时，随行的将士发生了政变，诛杀了杨国忠，又迫使唐玄宗缢死了杨贵妃。最后，唐玄宗逃到了成都。公元756年，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逃到灵武后，在陈辽的拥戴下称帝，是为唐肃宗，而唐玄宗则被迫成了太上皇，他也是唐朝的第3位太上皇。唐肃宗派军收复长安后，将唐玄宗由成都迎回了长安。公元762年，在做了6年的太上皇后，唐玄宗病逝于长安，终年78岁，共在位44年。唐玄宗在位期间，有开元盛世，也有安史之乱。他做的事，明君都做过。不过安史之乱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差点毁灭了唐朝。从这2件事上来看，唐玄宗可以说是一半明君，一半昏君。这样的评价或许是相对公允的。另外，唐玄宗时期
宦官开始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这一点对后面的影响极大。之后宦官的势力开始越来越大。唐朝的第9位皇帝是唐肃宗李亨。李亨是唐玄宗的第3个儿子，他在马嵬驿兵变后与唐玄宗分道扬镳，北上灵武称帝。李亨登基时正值安史之乱，所以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平定叛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李亨立下了显著的战功。此时唐朝收复了2京，而且还迎回了太上皇唐玄宗，这2点是他在位最大的功绩。不过李亨在称帝后有一点不足，就是宠幸张皇后，纵容其干预朝政，又以宦官李辅国为兵部尚书，操纵军政大权，致使宦官的势力日益嚣张。唐肃宗李亨去世后，皇后甚至还一度想废了太子，好在这件事没成功，否则唐朝又会出现大动乱。公元762年，李亨在得知父亲唐玄宗去世的消息后，也于同年病逝，终年52岁，共在位6年。在他去世时，安史之乱虽然没有结束，但也已经进入了尾声。唐肃宗李亨在位期间一直在平乱，在个人能力上，他虽然不如自己的父亲唐玄宗，但说他是明君也不甚为过。唐朝的第10位皇帝是唐代宗李煜。李煜是唐肃宗的长子。唐肃宗病危时，其妻张皇后想废除太子李煜，改立越王李系，但宦官李辅国把李煜保护了起来，并逮捕了张皇后和李系。不久，唐肃宗去世，李煜被李辅国拥立为唐代宗。唐代宗即位不久，就定计诛杀了李辅国这个权宦，又任命他的儿子李阔统帅唐军，彻底平定了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之后，国家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之后，唐代宗又诛杀了权臣和宦官，选贤任能，改革了漕运与盐价粮价，实行了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些都是唐代宗的贡献。不过，安史之乱使唐朝的元气大伤，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藩镇的势力则逐渐壮大。从此，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现象逐渐形成，这是导致唐朝后期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唐代宗始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公元779年，唐代宗李煜病逝于长安，终年54岁，共在位17年。唐朝的第11位皇帝是唐德宗李阔。李阔是唐代宗的长子。唐德宗李阔在位前期，坚持细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选贤任能，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这些都促进了唐朝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对外关系上，唐朝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使与天竺，打击吐蕃，由此唐朝甚至出现了中兴的景象。不过他贤明了没几天，就开始增收苛捐杂税，所以唐朝开始江河日下。唐德宗之所以征收苛捐杂税，其实和当时的朝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藩镇割据，他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需要大量的财力。不过唐德宗对藩镇问题的处理并没有达到预料的结果，他在政治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厉行削藩，导致藩镇将领纷纷举兵反叛。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有4人称王，2人称帝，故称为两帝4王之乱。后来唐德宗不得不和唐玄宗一样逃离长安。虽然唐德宗最后依靠着宰相李泌和大将李胜平定了叛乱，但他也改变了对藩镇的态度。之后他就不敢轻易对藩镇动手了，而藩镇割据的局面也愈发严重。此后唐德宗饮鸩止渴，委任亲信的宦官做禁军统帅，对藩镇多是姑息。
最终在公元805年，64岁的唐德宗病逝于长安，在位27年。唐朝的第12位皇帝是唐顺宗李诵，李诵是唐德宗的长子。其实唐顺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非常多谋善断，这样的人做皇帝肯定是明君。他即位之后，发现父亲留下的是个烂摊子，宦官和藩镇掌握了大权，于是他想改革，从宦官和藩镇手里把权力夺回来。随后他便展开了永贞革新，但这次革新触犯了宦官和藩镇的利益，所以唐顺宗的夺权之路宣告破产。公元805年，在位仅186天的唐顺宗就被迫禅位于他的儿子李纯，于是他便成为了唐朝第4个太上皇。唐顺宗退位后，仅仅做了5个月的太上皇就匆忙去世了，终年45岁。对于唐顺宗，虽然是被迫禅让，但史书上对他的评价还算不错。他是真正的泰山崩于面前却不改色的人，不论是做太子、皇帝还是太上皇，他在心态上都做到了安之若素。唐朝的第13位皇帝是唐宪宗李纯，李纯是唐顺宗的长子，他在中唐时期也是少有的明君。按说他是在宦官和藩镇的支持下才成为皇帝的，应该是个傀儡才对，但他却做了很多明君之事，比如停县祥瑞、修订律令、整顿科举、减省官员、加强财政管理等等。不仅如此，唐德宗没有解决的藩镇问题，也在他的治下解决了。他以法度制裁藩镇，从而使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又重新回归了中央的管辖。唐朝由此再次获得了统一，这一短暂的成就被称为元和中兴。如果唐宪宗一直能够贤明下去的话，藩镇的问题或许真的能根除。不过他在执政后期也犯了很多唐朝皇帝都会犯的错误，就是吃丹药。他也是第2个因为吃丹药而死的唐朝皇帝。唐宪宗在位晚年，为求长生不老，便迷信房事。他长期服用金丹，从而导致脾气暴躁，经常殴打宫女，诛杀宦官。发展到最后，朝廷上下变得人人自危。公元820年，宦官陈弘志等人为了自保，就暗杀了他。在位15年的唐宪宗终年43岁。唐朝的第14位皇帝是唐穆宗李恒，李恒是唐宪宗的第3子。宦官陈弘志与王守成将唐宪宗暗杀后，拥立了李恒继位。李恒即位时，唐朝整体的局势在唐宪宗的努力下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唐穆宗继续自己父亲的励精图治，唐朝的实力或许能更上一层楼。不过他不仅没能继承父亲的贤明，却反而把昏君常做的事都做了个遍。他沉迷酒色，纵情享乐，大兴土木，重用宦官，一时间朝政昏暗。不仅如此，由于他没有处理好裁军的问题，使得和硕3镇再度叛乱，这一点差点毁了唐朝。同时他还和他父亲一样迷恋上了长生丹药。最终在公元824年，在位仅4年的唐穆宗李恒就因为服用长生丹药而毒发身亡，年仅30岁。唐穆宗李恒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他也算是唐朝第1个真正意义上的昏君，但这只是整个唐朝政权昏聩的开始。唐朝的第15位皇帝是唐敬宗李湛，李湛是唐穆宗的长子。唐穆宗毒发去世后，16岁的唐敬宗李湛开始即位。他和他爹唐穆宗一样，基本上没做什么正事。这个唐敬宗不理朝政，沉迷于蹴鞠和打夜壶，根本不把国家政事放在心上，
任由全宦王守成排斥异己，败坏纲纪。最终在公元827年，唐敬宗在打球饮酒时被假宦官刘克明所杀，年仅18岁，在位2年。好在唐穆宗、唐敬宗这对父子在位的时间不长，加起来也就6年左右的时间，对唐朝的祸害不是特别大。如果时间再长点的话，唐朝很可能会就此灭亡。唐朝的第16位皇帝是唐文宗李昂，李昂是唐穆宗的第2个儿子，是唐敬宗的弟弟。宦官刘克明杀害唐敬宗后，想立唐宪宗的儿子李务为帝，但另一位宦官王守成派军入宫杀死了刘克明和李务后，拥立了李昂为唐文宗。唐文宗即位的时候，年仅18岁，正值壮年。而唐朝的宦官也为从唐德宗李获时起，权力就不断增大，所以此时的政权与皇帝的生死费力都掌控在了宦官的手中。为了铲除宦官势力，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于是唐文宗就提拔了大臣李训与郑注为自己的心腹，策划诛杀宦官。但计划泄露，宦官大肆屠杀朝官，唐文宗也遭到了软禁，史称甘露之别。此后唐文宗李昂整日饮酒求醉，不久后他就抑郁成疾而去世，终年32岁，在位14年。虽然唐文宗掌权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根据他初期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得出他也算是个明君。他不近女色，起于政事，厉行节俭，这些特质明显都是朝着明君的方向去做的。不过他的能力寡弱，否则也不会在与宦官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唐朝的第17位皇帝是唐武宗李炎，李炎是唐穆宗的第5个儿子，是唐文宗之弟。唐文宗去世后，李炎是在宦官裘世良的拥立下成为皇帝的，否则按照正常状况，应该是唐敬宗的儿子或者是唐文宗之子才有权利继位，根本轮不到他。宦官本以为唐武宗会和唐敬宗、唐文宗一样，能力一般，但唐武宗这个人还是有雄才大略的。他即位之后，启用了素有才干的李德裕为相，君臣2人齐心合力，不但打击了宦官裘世良等人，还削弱了藩镇的势力。同时他又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开始了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唐武宗还派兵击败了回鹘，稳定了漠北，谋划了西域，稳固了边疆。在经过一连串振兴朝廷的举措后，唐朝的国势终于有所起色，史称会昌中兴。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能发现唐朝还是容易出明君的，毕竟他们有很多贤明的祖先，直接学习他们就行了。不过这些人在学习的时候，也学到了祖先的那些缺点，唐武宗就是其中之一。和唐太宗与唐穆宗一样，唐武宗的执政后期也沉迷于求仙问道，迷恋长生丹药。最终在846年，在位仅6年的唐武宗就因为服食丹药而去世，终年33岁。唐武宗也成了第3个因为吃丹药而死的唐朝皇帝。关于唐朝皇帝爱吃丹药的这件事，可能和他们姓李的这个姓氏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认为老子是自己的祖先，因为老子就姓李，所以很多唐朝皇帝都痴迷于道教。唐朝的第18位皇帝是唐宣宗李忱。唐宣宗比较特殊，他是唐宪宗的第13个儿子，也是唐穆宗的弟弟。前面说到的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都是他的侄子，按理说皇位是传不到他这儿的。唐武宗病重的时候，在宦官的支持下，李忱成了皇太叔，开始监国。
因为宦官马元志认为李晨是个无能之人，比较容易控制，因此唐武宗去世后，李晨得以顺利即位，是为唐宣宗。其实李晨年轻的时候，唐宪宗李纯还是很重视他的，不过他为了自保，一直在装疯卖傻。正因如此，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的这次世，他才能躲过一劫。但让宦官没想到的是，李晨居然是装傻。登基之后的他，立刻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唐宣宗李晨的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削弱宦官权力，结束了牛李之争，这些举措都大大的加强了皇权。同时，他整肃吏治，厉行节俭，体贴百姓。在他治下的唐朝，再一次的出现了中兴之势。不仅如此，在军事上，唐宣宗击败了吐蕃，安定了塞北，平定了安南，并接纳了归唐的河皇。这些功绩使得大唐的国势复振，史称大中之治。可以说，唐宣宗在唐朝的所有皇帝中，贤明的程度也是前列。不过他晚年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喜欢吃丹药，最后导致中毒而亡。就这样，唐宣宗成了唐朝第4个吃丹药吃死的皇帝，终年50岁，在位13年。唐朝的第19位皇帝是唐懿宗李璀，李璀是唐宣宗的长子。唐宣宗服用丹药而亡后，由于未立太子，所以宦官王宗实便拥立了李璀为唐懿宗。从这里能看得出来，唐朝宦官的势力真的非常大，无论怎么限制都无法根除。唐懿宗这个人个人能力非常强，不仅善于治国，而且个人的修养非常高。他在位期间，除了励精图治，还通晓音律，看起来是个全才。不过在执政后期，唐懿宗开始崇尚佛教，不理朝政，并且油盐无度，骄奢淫逸，致使内部政治腐败，外部民不聊生，民变四起，从而丧失了唐宣宗一朝的成果。公元873年，41岁的唐懿宗病逝于长安，共在位14年。他去世时，唐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随时会灭亡。可以说他的皇帝历程和唐玄宗比较像。唐朝的第20位皇帝是唐僖宗李轩，李轩是唐懿宗的第5个儿子。李轩自幼由宦官田令孜照顾起居，所以他十分依赖于田令孜。唐懿宗去世后，12岁的唐僖宗李轩在田令孜的拥戴下即位。他即位后整日热衷游乐，并且对打马球十分迷恋。而此时的朝政大权都掌控在田令孜的手中。这个宦官横征暴敛，贪腐重税，从而爆发了王仙芝起义与黄巢起义。这2次起义对唐朝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年的盛世大唐，如今连长安都丢了。虽然在各藩镇的夹击下，王仙芝与黄巢的起义最终被平定，但这次起义后，地方节度使趁机崛起，实力越来越大，部分实力强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唐朝至此分裂。公元888年，唐僖宗李轩去世，时年27岁，共在位15年。他也是唐朝少有的昏君，没做过任何好事。唐朝的第21位皇帝是唐昭宗李晔，李晔是唐懿宗的第7个儿子，也是唐僖宗之弟。唐僖宗死后没有留下子嗣，临终前传位于弟弟李晔。和前面的皇帝一样，唐昭宗也是在宦官的支持下才登基的。唐昭宗即位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也想像其他的皇帝那样，希望能重振大唐。唐昭宗即位后开始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他先后对四川的田令孜与河东的李克用发动了战争，
最终他消灭了宦官田令孜，重挫了李克用，使得唐朝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增大。然而，由于长时间对外使用军力，使得唐朝中央的军事力量严重受损，中央禁军折损大半，所以后面只能眼看着宣武节度使朱温做大，逐步成为中原霸主，为唐朝的灭亡埋下祸根。不久，朱温发兵攻陷长安，屠杀了所有宦官，自此唐朝的官宦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不过至此之后，朱温却掌握了大权，唐昭宗也成为了傀儡。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后，派人将其杀害。唐昭宗终年38岁，在位16年。可以说唐昭宗也算是个明君，但只是生不逢时。主要是唐朝中期之后，宦官问题和藩镇问题太严重了，不管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根治。唐朝的第22位皇帝是唐哀帝李处，李处是唐昭宗的第9个儿子。朱温杀了唐昭宗后，随即就拥立了13岁的唐哀帝李处为傀儡皇帝。李处在位期间，朱温诛杀了众多忠于皇室的大臣。最终在公元907年，朱温逼迫李处禅让给自己，并篡唐称帝，改国号为梁。唐朝至此正式灭亡。公元908年，禅让后的李处被朱温派人毒死，年仅16岁，在位3年。唐哀帝李处不仅是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庙号的皇帝。自此，相过289年，传承22帝的唐朝就此灭亡。以上就是唐朝22个皇帝的传奇人生。其实严格来说，除去武则天篡唐立周这个历史插曲，唐朝应该是21个皇帝。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发现，唐朝的明君确实很多，不过明君在位的后期大多数都比较昏庸，而大唐盛世的结束在历史上归结于安史之乱，归结于唐朝后期王朝的腐败。其实安史之乱只是历史悲剧的一个导火索而已，一个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所谓的盛世也只是一个强制王朝的一时繁荣，犹如昙花一现，最终也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来自元代名臣张养浩的千古一叹。作为元代重臣，并历经了6朝的元老，张养浩不可谓不历经沧桑，见识远大，但他依旧还是只看到了百姓皆苦的事实，却并没有找到事实背后的根源。所以更何况是那些普罗大众呢？如果大多数人依旧愚昧无知，依旧傻得可怜，那么百姓皆苦的事实将永远无法改变。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共历时320年，是华夏上承5代10国，下继元朝的时代。其中北宋历167年，南宋历153年，共有18帝。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而后在宋真宗与宋仁宗之时，大宋步入了盛世。北宋初期，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藩镇割据问题也得以解决。127年，靖康之变爆发，北宋灭亡。而后宋高宗赵构南迁，建立了南宋。后期南宋抗蒙战争连年，到了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临安。1279年，宋军与蒙古军在崖山进行了大规模的海战，史称崖山海战。战争的最后，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而后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许多忠臣也追随其后，10万军民跳海殉国。此次战役之后，
南宋的残余势力彻底灭亡，元朝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其实，大多数人对宋朝的印象都是从两宋词人的笔墨中形成的，所以与其说大家喜欢宋朝，倒不如说是喜欢宋朝的文人。而宋朝的皇帝似乎关注的人少之又少。宋朝皇帝的形象大多是以大事件为基调构建起来的，比如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徽钦二宗是靖康之耻的主角，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罪人等等。离开这些大事件，宋朝皇帝的存在感属实有点低。但每个皇帝或善或恶都有与众不同的一面，他们鲜明的个人特质连起来就是两宋帝王的群像。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在五代十国时投奔了后汉的枢密使郭威。郭威在夺取了后汉隐帝的地位，建立后周后，赵匡胤又被郭威的养子柴荣招入麾下。郭威死后，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此后，赵匡胤随柴荣征北汉，伐南唐，屡立战功。柴荣病重时，赵匡胤升为殿前都点检，此时的他成为了禁军的最高统帅。公元960年，在后周世宗柴荣驾崩，其年幼的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继位后，赵匡胤以受命抵御辽军为由，旋即在陈桥兵变中被拥立为帝。随后，赵匡胤迅速率军回京，逼迫后周恭帝禅让后篡周称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依据宰相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灭了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和南唐的割据政权，完成了中国大部的统一。同时，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讲农桑。这些举措不仅恢复了五代以来的战争创伤，也使国家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史称建隆之治。此外，赵匡胤通过2次杯酒释兵权，顺利地剥夺了开国武将的兵权，从而加强了他的个人集权。但自赵匡胤开始，宋朝逐渐走上了重文轻武的道路。公元976年夜，赵匡胤传召弟弟赵光义一起饮酒共诉公众。隔日清晨，宋太祖赵匡胤离奇去世，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历史遗案，终年50岁，在位16年。关于烛影斧声事件，以后我们会为大家专门做影片讲解。赵光义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同母弟，在烛影斧声事件之后，赵光义匆忙即位，并改名为赵炯，是为宋太宗。赵炯即位后，继续推进赵匡胤魏晋的统一事业。他先是迫使割据福建的陈洪进及吴越的钱处纳土归宋，其后他又亲征灭亡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长达70年的分裂局面。接下来，赵炯又趁灭北汉时的余威，北伐辽国，试图夺取燕云16州，结果却兵败于高梁河，他自己也中箭受伤，最后只能仓皇地乘驴车逃走。数年后，宋太宗赵炯发兵20万再度伐辽，结果再次战败。此战的失利使宋对辽由进攻转为防御，从而使在对辽国的关系上中宋不振。此后，宋太宗奉行了守内虚外的政策，他开始大规模地扩大科举取士，加强重文风气。同时，他采取了治国育将的方针，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宋太宗赵炯共在位21年，最终在59岁时驾崩于东京开封府，也就是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的第3子。宋太宗驾崩后，
即位的宋真宗开始重用李沆、吕端打理政事。这一期间，北宋的经济繁荣，税收富足，史称咸平之治。同时，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亲征辽军，并在澶渊挫败了辽圣宗与萧太后。最后，宋真宗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实现了两国100年间的和平。但宋真宗在位的后期却沉溺于东风西祀之中。简单的说，就是宋真宗为了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所以就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长达10余年轰轰烈烈的封祀运动。历经唐末5代动乱而夺取天下的赵宋政权，由于太祖和太宗没有封禅，所以到了宋真宗时，对外进行祭天封禅的大典已经势在必行。因为宣扬赵宋皇朝奉天承运的天命正统思想，已经成为了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巩固统治、厉行个人集权的首要大事。也正因如此，宋真宗东封西祀的这10多年，就不断的劳民伤财、广建宫观，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同时，又因为他晚年多病，所以大宋的朝政大权开始逐渐的被皇后刘鹗把持。宋真宗赵恒共在位25年，最终在55岁时驾崩于东京开封府。赵祯是宋真宗的第6子。宋真宗驾崩后，13岁的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不过，此时的朝权是由皇太后刘鹗垂帘听政。宋仁宗的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鹗的阴影之下，直到刘鹗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开始亲政。宋仁宗亲政后，知人善用，为政宽仁，同时他还能够约束自己。在他的统治下，北宋进入了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当时的宋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百姓富足，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仁宗盛治。但在军事上，因为北宋的藩属党项首领李元昊托宋自立为帝，而因其在西北，故称之为西夏。李元昊称帝之后，宋仁宗极为愤怒，双方的关系正式破裂。此后数年，李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浩水川之战、临抚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4大战役，歼灭了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宋仁宗屡战屡败，损伤惨重，最终在无奈之下，北宋和西夏签订了庆历合盟。而在这期间，辽国趁机以重兵压境，逼迫宋仁宗增输岁币。岁币的实质其实就是战争赔款，这个事件史称庆历增币。最终，宋仁宗赵祯在54岁时驾崩，共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的统治时期，出过非常多有名的大臣，可以说，整个宋朝最重要、最贤明的大臣，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宋仁宗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最重要、最贤明的大臣中，宋仁宗的手下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由于宋仁宗无嗣而崩，所以便由他的养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继续任用宋仁宗时期的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进行改革，同时他又大胆地挖掘新人为国选贤。另外，宋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毛泽东一生酷爱的《资治通鉴》就是由他开始命司马光编撰的。但宋英宗体弱多病，年仅35岁就去世了，在位仅4年。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的长子，他在位期间，北宋的统治开始面临一系列的危机，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边境上，
辽贺西夏又虎视眈眈。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启用了改革派名臣王安石为相进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但新法却触犯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利益，而遭到反对。加上全国天灾不断，宋神宗变法的决心也有所动摇。之后，王安石先后2度被罢官，改革派系的内斗也近乎白热化，整个大宋朝也愈发腐化。此时的宋神宗也渐渐意识到，这套新法的一些内容是必须要改变的，所以他立即抛弃了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改革领袖，并根据自己的意志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变法的内容。王安石这位满怀富国强兵理想，亲手制定了中世纪思想最为超前的改革方案的铁腕政治家，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权力中心。他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看着大宋朝堂的风云变幻。而宋神宗亲自主持的变法，虽然不如王安石的变法有名，但皇帝亲自下场的这次改制，也是北宋的国力若似回光返照，史称元丰改制。然而，伴随着国力的上升，宋神宗却开始将焦点转移到了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于是，宋神宗派出军队大举征伐西夏，结果却在永乐城之战中遭到惨败。宋神宗也因此一病不起。不久，年仅38岁的宋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在位共18年。赵顼是宋神宗的第6子。宋神宗死后，9岁的赵顼继位，是为宋哲宗。此时的大宋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主政期间，重新启用了守旧派的司马光等人，恢复了旧法，并将宋神宗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废除，史称元佑更化。高氏去世后，开始亲政的宋神宗赵顼对内陆续恢复了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新法，对外他任用张杰等人屡次击破西夏，逼迫西夏请和，也为宋哲宗的统治使宋朝的国势有所起色，所以他被后人称赞为天资聪粹的有为之主。但宋哲宗的身体一向不好，年仅25岁就英年早逝了，在位15年，实际主政5年。他的早逝是对宋朝进一步发展的极大损失。赵佶是宋神宗的第11子，由于宋哲宗无子而崩，所以便由他的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提起宋徽宗，他的一手瘦金体为世人所熟知。瘦金体风格强劲，宁折不按。如果单看字体，许多人会觉得这种字体的主人一定是一位坚贞刚毅之士。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因为宋徽宗自幼酷爱笔墨和丹青，所以在他即位后便对朝政毫无兴趣，并且十分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他与奸臣蔡京醉情于书画、茶道以及花鸟奇石，而且他俩心意相通，所以2个人不屈不挠地走在了随风富雅的道路上。他在南方采办花池纲，在汴京修建艮岳，演得民怨沸腾。而后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先后爆发，北宋此时的统治危机四伏。宋徽宗这个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打得接连败退后，为了从辽国手中夺取燕云16州，于是就遣使从海路赴金，与金国签订了自取灭亡的海上之盟，以图联金灭辽。海上之盟签订后，宋金果然合力灭了辽国。但辽国灭亡后，金国就立即翻脸南下攻宋，宋军接连战败，最终金军攻破了北宋的都城开封，而宋徽宗则被金军俘虏到了北国。
在被囚禁了9年之后，宋徽宗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哈尔滨，终年54岁，在位26年。赵桓是宋徽宗的长子。宋金联合灭辽后，金国在第一次进攻宋朝，直逼国都开封时，惊慌失措的宋徽宗为了逃避亡国之责，于是他立刻传位于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当时宋徽宗担心儿子不肯当这个皇帝，所以就直接把赵桓抓了过来，强行地推到了龙椅上。这不是摆明了要让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吗？父皇抵挡不住金军，难道自己就能抵挡得住吗？赵桓想着想着就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厉害，谁劝都止不住。最后赵桓直接昏在了地上。见儿子昏厥，宋徽宗一边喊人施救，一边命人举行登基仪式。就这样，赵桓在昏迷中继承了皇位，成为了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即位后，启用了抗金佞臣李纲，击退了金军。但宋钦宗与他的父亲宋徽宗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他居然在金军北退后不久就罢免了李纲。李纲被罢免后，宋军的士气十分低落。宋钦宗割地求和的消息传出去后，将士们更是一个个扼腕叹息。在他们看来，无论自己多么拼命，都改变不了皇帝一心退让的事实。反正都是要割让国土，那抵抗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还没等金军展开攻势，宋军消极和绝望的心态就已经蔓延开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金军的2度南下之路异常顺利。之后就发生了之前说过的宋徽宗被金军俘虏的事件。金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一时却无法吞下庞大的大宋帝国，所以他们只得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以及在开封的宗室一共3000余人全部掳走，并在金国对他们百般凌辱，史称靖康之耻。自此，享国167年的北宋正式灭亡。此后，宋钦宗在做了30余年的俘虏后，客死于五国城，终年61岁，在位2年。赵构是宋徽宗的第9子，宋钦宗之弟，他也是南宋的开国皇帝，是为宋高宗。徽钦2帝被金军俘虏后，赵构因被宋钦宗委派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难。不久，赵构为了延续大宋国，在应天登基称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宋高宗即位后，在金军的进逼下，他一路南逃到了扬州、杭州和岳州，甚至后来还入海逃避，直到定都临安府后，南宋才得以稳定。在此期间，他一面任用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抵抗金军和伪齐，一面任用奸臣秦桧对金国媾和。岳飞一直主张南宋应该收复失地，统一全国，但南宋朝廷的官员们却更倾向于与金国进行和平谈判，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在这个背景下，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逐渐升级。140年，岳飞率领的军队在郾城之战中击败了金国的主力部队，取得了南宋军队在战争中的最大胜利。然而，这次胜利却并没有得到宋高宗的认可和支持。相反，宋高宗还下令让岳飞撤回江南，放弃北伐的计划。岳飞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于是他坚决反对宋高宗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认为岳飞已经成为了威胁南宋王朝的存在，所以他们开始密谋要除掉岳飞。而最后，岳飞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就在岳飞被杀之时，宋高宗对金国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从此
南宋进入了偏安之局，而宋高宗也长期委任秦桧为宰相，维持对金国媾和的路线。宋高宗共在位35年，他在56岁时将皇位禅让于养宰赵慎，而他自己则退称太上皇颐养天年。最终，在做了25年的太上皇后，宋高宗赵构驾崩于临安府，终年81岁。赵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70岁。由于宋高宗赵构早年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他就从宋太祖的后裔中选中了赵慎作为继承人，并禅让出了皇位，是为宋孝宗。从此，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了宋太祖一系。宋孝宗即位后，平反了岳飞的冤狱，并且驱逐了秦桧和他的余党。同时，他又启用主战派大臣张俊发动了龙兴北伐，试图收复中原。然而这次北伐却遭到了惨败，宋朝不得已与金国签订了又一份屈辱的合约，史称龙兴和议。在此之后，宋孝宗便专心打理朝政，大力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使南宋呈现出了安定的局面，史称乾淳之治。宋孝宗也被认为是南宋最贤明、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共在位27年，在他63岁时，由于养父宋高宗的去世，宋孝宗就以为宋高宗扶丧为由，将皇位禅让于他的儿子赵敦。后来，在做了5年太上皇后，宋孝宗最终驾崩于临安，享年68岁。宋光宗赵敦是受父亲宋孝宗的禅让而即位的，然而宋光宗在即位不久后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导致他无法正常处理朝政，因此南宋的朝政大权逐渐被皇后李凤娘所掌控。而宋光宗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皇后李凤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凤娘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宋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李凤娘把宋孝宗夫妇看作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所以她不但离间宋光宗与太上皇宋孝宗的父子关系，还在宋孝宗病逝后阻止宋光宗主持丧礼，继而导致朝政有空转的危机。因此，皇后李凤娘的独霸专横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宋光宗的病态心理。随着宋光宗病情的不断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于是，宗室赵汝愚和韩托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最后，宋光宗被迫使退位，转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括被拥立为帝。此后，宋光宗赵敦又做了6年的太上皇后，最终驾崩于临安，终年54岁。宋光宗在位仅5年，就使得父亲宋孝宗乾淳之治的成果见消，南宋也由此开始走向衰败。宋宁宗赵过是宋光宗与李凤娘的次子，他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托胄2位大臣，但这2位大臣权斗得非常厉害。韩托胄向宋宁宗进谗，罢免了赵汝愚，自此韩托胄开始把持朝政。而后韩托胄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便贸然北伐金国，史称开西北伐。结果宋军接连战败，于是韩托胄就遣使向金国请和，但金人却要求承办战争祸首韩托胄。于是主和派的礼部侍郎史弥远便伪造密旨，杀死了韩托胄，并将其首级送给了金人之后，金国才得以罢休。此间，大宋又与金国签订了耻辱的嘉定和议。
而史弥远则在韩托胄死后升任为右丞相。从此，宋朝又开始进入到了史弥远的专政时代。宋宁宗赵括10载其人智商低下，他共在位30年，最终被奸臣史弥远毒害，终年57岁。虽然宋宁宗智商低下，其一生都被2名权臣操控，但他平时虚心好学，生活节俭，并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所以总体而言，宋宁宗尚且算得上是一位忠厚之主。赵云只是宋宁宗的远房堂侄，由于宋宁宗被史弥远毒害后没有留下子嗣，所以本该由他的养子赵洵即位，但史弥远却与赵洵不和，所以他便假传遗诏废除了宋宁宗的养子赵洵，改而拥立赵云为帝，是为宋理宗。所以宋理宗当政的前10年都是在全相史弥远的挟制之下，而他自己也对政务置之不理。直到史弥远死后，宋理宗才真正的开始亲政。宋理宗执政之初便立志中兴，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革除了史弥远时期的很多弊害，史称端平更化。但他的改革治标不治本，所以也只能是徒劳无功。与此同时，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并开始攻打金国。双方在战争焦灼之时，蒙古则是派出使者来游说宋理宗，寄望宋蒙合作夹击金国。当时朝中的大臣大多都表示赞同，他们期望能通过这次和战以报靖康之耻。而决议的出台也是几度的峰回路转，最终在复仇意识的催化下，南宋还是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但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最后与蒙古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最终在公元1234年，金国政权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夹击之下终告灭亡，而宋金之间长达100多年的对峙也宣告结束。但这一结果对南宋而言并非福音，因为在联蒙灭金之后，和100多年前的联金灭辽一样，蒙古又将灭亡南宋作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宋朝继而要面对的是比女真人更为强悍的蒙古人。这些蒙古人在灭亡了金国之后，依然是马不停蹄继续挥师南进。从此持续40多年的宋元战争开始爆发，而宋理宗在晚年则是整日沉湎于醉生梦死的荒淫之中。大宋的朝政也相继落入了贾似道等奸相之手，自此南宋的国势急衰而下。宋理宗共在位41年，仅次于北宋仁宗。最终他在60岁时病逝。赵佶是宋理宗之子，由于宋理宗的3个儿子早夭，所以他选择了侄子赵佶作为皇储，是为宋度宗。宋度宗即位之初，金国已经灭亡多年，那时宋度宗倒是出台了一些措施，以示将力求有所作为。他能随时听大臣讲治国之道，而且他还下诏要求各级臣僚直言奏事。然而宋度宗只是装模作样罢了，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朝政上，因此朝政大都被奸臣贾似道手握囊中。贾似道此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当时蒙古帝国的军队已经大举南下攻宋，并已经深入到了四川和云南等地，但贾似道不仅无心过问此事，还谎报军情，禁止让宋度宗了解前线的战事。在国难当头之际，宋度宗却昏庸地对贾似道深信不疑。他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与此同时，忽必烈已经夺得了蒙古汗位，
在稳定了内部之后，他的军队沿汉江南下，包围了襄阳，而后又开始围攻樊城。但贾似道却对此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以至于襄樊被围攻了3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同年2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献城投降。消息传来，贾似道假装要率军迎敌，而胆小无能的宋度宗居然死死地拖住贾似道，不让他去出征。作为皇帝，对待虎视眈眈的蒙元政权，宋度宗毫无建树，加上朝中的武将精英也全被贾似道一网打尽，所以南宋在接连丢失了很多战略要地的情况下，灭亡已经是时间问题。让人吃惊的是，宋度宗居然从不担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甚至后来他连大臣的奏章都懒得批。但对待后宫的生活，他却是技高一筹，整个宋朝也无人能出其右。最终，在位10年的宋度宗赵佶因酒色过度而逝，终年35岁。赵显是宋度宗的嫡长子。宋度宗死后，3岁的赵显即位，是为宋恭帝。当时谢太后临朝称赵，贾似道把持朝政，南宋已经风雨飘摇，而势不可挡的元军也开始向南宋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蒙军威逼建康，南宋朝野大震。此时京师各界都一致推举非贾似道亲自上前线不可。贾似道赶鸭子上架，不得已在临安设立了都督府。结果贾似道在丁家洲之战中大败，宋军主力几近瓦解。此时朝中与民间要求惩处贾似道的呼声不绝于耳，于是谢太后在迫于压力之下，便将贾似道贬至寻州。因为贾似道恶贯满盈，民愤极大，所以在他被贬去寻州的途中被押解的官兵杀死。不久，元军攻克了南宋都城临安，5岁的宋恭帝和谢太后被俘。宋恭帝被俘后，被送往上都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后来他又被忽必烈遣送至西藏出家，学习藏文和佛经。直到元朝的第5位皇帝元英宗时，宋恭帝也为触犯文字狱被元英宗赐死，终年52岁，在位共2年。赵家是宋度宗的庶长子，他也是宋恭帝赵显和宋末帝赵昺的长兄。元军攻陷临安后，赵夏和赵昺在大臣们的保护下逃出了临安。此时文天祥与陆秀夫决定效仿宋高宗的故事，拥立7岁的赵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4岁的赵昺做副元帅，以图再度中兴。这里关于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我们以后会给大家专门做影片讲解。几天后，赵夏一行辗转到了福州，随之登基称帝，是为宋端宗。而后在元军的攻击下，宋军接连战败，宋端宗在逃亡的途中落水染病。不久后，他又因为屡受颠簸，又经病交加，最终在1278年，宋端宗在挠州的荒岛上病死，时年仅9岁。赵昺是宋度宗的第3子，也是宋恭帝和宋端宗的弟弟。宋端宗赵夏在荒岛上去世之后，陆秀夫与众臣便拥戴了6岁的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宋末帝即位不久，就在元军的追击下逃到了崖山。公元1279年，元将张弘范率领水陆两军直趋崖山，南宋随即与元军在崖山展开决战，史称崖山海战。此战南宋战败，陆秀夫背着在位共313天的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10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至此，享国319年的宋朝
包括152年的南宋，彻底灭亡。有人说，唐宋在日本，大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为什么有此说法呢？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则武。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的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宋朝覆亡，崖山海战，中国的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也由此产生了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元朝是华夏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是蒙古博尔只金氏。他的疆域超越了以往各个朝代，还开创了华夏行省制度的先河。从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中的大灾前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北伐驱逐元廷，攻占大都，元朝仅存在了98年。而要了解这短命元朝的历史，还得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政权开始说起。如果你对历史稍有了解，肯定听说过成吉思汗。他曾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打下的疆域极为辽阔。其版图盛极之时，东达日本海，西至天山，北抵贝加尔湖，南至南海，甚至就连汉唐盛世时的疆域与之相比都逊色不少。不过，如此庞大的帝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却极为严重。蒙古人的地位高高在上，而其他民族却被分为了3、6、9等，因此他的社会矛盾就像一个火药桶，一触即发，真可谓是江山易打，天下难治。另外，也很少有影片提及元朝的皇帝与其世系。元朝虽然仅仅存续了98年，但却有11位皇帝，除了开国的元世祖和亡国之君元顺帝，中间的9位皇帝，他们的在位时间加起来才寥寥40年。40年内换了9位皇帝，可见元朝的皇位继承有多么混乱，堪称大一统王朝中最混乱的一个朝代。其他的王朝大多是父死子继，少数是兄终弟及，但元朝的这种情况却极为少见。为了争夺皇位，他们的皇室成员斗得你死我活，剧情比小说还要狗血。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短命的传奇王朝，看他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败，又是为何输给了朱元璋这个小人物的故事。1206年，博尔只金铁木真，也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统一后，他率领蒙古铁骑3次进攻西夏，迫使西向那女求和俯首称臣。在野狐岭之战中，10万蒙古铁骑大破40万金军，而进山之战更是让金军精锐损失殆尽。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大将哲别灭掉西辽，自己则亲率20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帝国，征服足迹远至东欧的黑海海滨。接着，他的小儿子托雷在占领了呼罗珊全境后，开始进军罗斯公国，并在加勒加海之战中全歼8万罗斯联军。战后，成吉思汗将大片的土地分给了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这些封地在后来便发展成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1227年，成吉思汗在第3次出征西夏时于六排山去世。临终前，他定下了连宋灭金的战略，而蒙古的汗位，他也交到了三子窝阔台的手中。窝阔台继位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扩张领土，南向灭掉了金国，并派拔都远征欧洲，所以他在位时疆域扩展到了中亚、华北和东欧。而在对内统治上，
他采用汉法，重用中原文人，这为后来元朝的建立起到了生根之用。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又经历了贵由和蒙哥两任大汗，他们进行了第3次的西征和南下，让欧洲毫无还手之力。直到1259年，蒙哥在南下攻宋时，突然在四川的钓鱼山暴毙，因此欧洲才得以逃过一场灭顶之难。而在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帝国便分裂成了4国一场。至此，一场权力争夺之战正式打响，最终忽必烈获胜。博尔只金忽必烈是蒙古帝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260年至1294年在位，是为元世祖。忽必烈在祖父成吉思汗的基础上，且在兄长蒙哥成为了大蒙古国的可汗后，开始在汉地积累政治经验与吸收中原文化，并倡导了行汉法。1264年，忽必烈凭借着汉地的人力和物力，打赢了耗时4年与他弟弟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成为了大蒙古国的第5任可汗与元朝的开国皇帝。1271年，忽必烈更进一步，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了大元，结束了华夏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之局，确立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实现了大一统之治。他定都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这也标志着大蒙古国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正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入主中原的华夏王朝。接着，他完全消灭了流亡崖山的南宋残余政权，并最终完成了全境的统一。而在他攻灭了不肯臣服的窝阔台汗国后，各个分裂的汗国也只能再次臣服于元朝。因此，忽必烈也成为了唯一一个享有蒙古大汗尊号的人。作为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的统治对华夏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行省制，这是华夏古代地方管理制度的重要创新，对后世的行政区划和管理影响深远。通过行省制的推行，忽必烈便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且这也稳固了边疆地区，有利于元朝的统治。同时，忽必烈重视农业，鼓励垦荒，推广棉花种植，如此农业生产便得到了恢复，元初的社会经济也得以复苏。而在文化和宗教政策上，忽必烈也是兼容并蓄。他支持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并优待儒家学者，恢复科举制度，这促进了儒学与蒙古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且他还很重视海上丝绸之路，这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使元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国家之一。不过，因为忽必烈兼具着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这2个身份，所以导致他虽然在位35年，武功赫赫，但文治方面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他一方面优待儒士，另一方面却大幅征税，横征暴敛，且很多的政策也是相互矛盾。因为这2种身份难以平衡，而后面的皇帝也只能就此效仿，这也是元朝未能延续100年的重要原因。忽必烈在位的35年里，曾多次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但这些侵袭却因为当时科学认知的局限而惨遭失败，并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而对内，因为他屡屡征战，导致了元朝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所以他便开始重用一些理财大臣，譬如阿合马与桑哥等人。他们推行的一系列苛捐杂税，惹得社会矛盾连连，民怨不淡。此外，后期的忽必烈逐渐趋于保守，政治腐败也开始不断滋生。而在民族政策上，虽然他采取了一些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但4等人制的存在却加剧了民族矛盾，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博尔只金铁木儿是为元成宗，是元朝的第2位皇帝，蒙古帝国的第6位大汗，1294年至1307年在位。元世祖建立元朝后，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但真金却英年早逝，没能熬过忽必烈，于是忽必烈便又立了真金的第3子铁木儿为皇储，让他镇守漠北。1294年，忽必烈去世，接着在母亲阔阔真和重臣伯颜等人的支持下，铁木儿在上都大安阁正式登基。铁木儿的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态是巩固内部的稳定，维护帝国统一。首先，他停止了对外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取消了对日本和安南的征伐计划，如此也便减少了国家的资源消耗，可专注于国内的治理。其次，他推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如此百姓的负担得到了减轻，藩王的势力也得到了限制，故而之前的社会矛盾也得以缓解。另外，他还新编律令，试图通过法律规范起社会的秩序，以提升国家的治理效能。在军事上，铁木儿成功地平定了西北叛乱，击败了窝阔台系的海都和察合台系的笃洼等西北诸王，这稳固了元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增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这些胜利确立了元朝作为蒙古帝国核心区域宗主国的地位，提高了元朝在各个汗国中的权威。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铁木儿任用汉臣推广儒学，并大量地接受中原文化，这加强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对元朝政权的接纳和改观，促进了民族融洽与文化同化。所以可以说，铁木儿是元朝的守成之君，他在位的13年间几乎都在努力地收拾祖父留下的烂摊子。他致力于内部治理和制度建设，形成了一段被誉为大德之治的太平盛世。不过，铁木儿的在位期间曾毫无节制地对贵族与宗戚大加赏赐，导致了国库空虚。同时，他启用提拔了大量的官员，这也使得政府机构极为臃肿，并且他曾发兵征讨800袭复国，引发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大起义，这导致了当时元朝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元军损失惨重。而到了铁木儿的执政后期，由于病重，朝政大权实际便由布鲁罕皇后和铁木儿委托的中书省右丞相哈拉哈孙所控制，因此当时的朝廷贪贿之风弥漫，而且布鲁罕皇后更是与色目人大臣相互勾结，朝政日益崩坏。而对于皇权来说，最致命的是铁木儿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人。他原本立了自己的独子为太子，可太子先他而去，也没留下孙子，这也就使得政权旁落，为后来20多年的皇位纷争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博尔只金海山是蒙古帝国的第7位大汗，元朝的第3位皇帝，是为元武宗。1307年至1311年在位，汗号屈利汗。他因为在北方边境战功卓著，因此被封为怀宁王。元成宗铁木儿驾崩后，元朝便陷入了争权夺位的内乱。海山联合了弟弟爱育黎拔力巴达，凭借武力进入了大都，除掉了铁木儿的皇后博越乌布鲁罕和他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达，成为了元朝的第3位皇帝。由于是和弟弟联合夺权，所以海山继位后便立了弟弟为皇太子，并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海山即位后，立即进行了政治调整，他替换掉了前朝重臣，安置朝中亲信，强化集权，因此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开始变得愈发稳固。在经济上，他设立了尚书省，意图推行财政改革，但此举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元朝的财政危机，反倒是因为增加赋税、滥发钞票，
从而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但纵观海山的整个统治时期，元朝的对外政策变得趋于保守，因为他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所以此时的元朝在外交上开始有所建树。譬如海山曾派出使者前往周边各国维持和平关系，他还曾与高丽国联姻，加深两国的同盟。在文化上，海山虽为蒙古贵族，但他注重笼络汉族士人，且延续着忽必烈时期的汉化政策，尊重儒学，继续推行着科举考试。而尽管此举的成效较为有限，但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关系，促进了文化融合。另外，海山在位期间所施行的一些改革，譬如推行理财政策、强化海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朝的一些弊政。只可惜他在位仅4年就因病驾崩，因此改革也随之失败。海山此人极为沉迷酒色，尤其是爱喝酒，他的嗜酒好烈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了朝政。这也是元朝皇室奢侈享乐之风盛行的开始，给后世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海山去世之后，弟弟爱与黎拔力八达正式继位，是为元仁宗。元仁宗继位后，随即废止了海山设立的尚书省，这也说明了海山的所谓改革是一种短暂和朝不保夕的改革。海山的在位时间虽短，但他的即位标志着元朝皇位继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从传统的库里尔台大会推选转向了父子相传，这对元朝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总体来说，海山在位期间的政策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元朝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却反而加剧了局部的社会矛盾，这为元朝中后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博尔只今爱与黎拔力八达是蒙古帝国的第8代大汗，也是元朝的第4位皇帝，是为元仁宗。1311年至1320年在位。元仁宗出生在元朝上都晋山县的香水园，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推崇以儒治国的理念，这在蒙古的统治者中极为少见，因此这也影响了他执政期间的政策。在位期间，元仁宗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强化集权，提高行政效率，以及促进儒学与蒙古文化的融合。他裁减冗员，整顿朝政，遏制了官僚机构的膨胀，减少了政府的不必要开支，并且他还大力推行科举制度，重视文官选拔，恢复了在前朝被中断了的科举考试，提升了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这一举措促进了汉文化在元朝的传播，加强了元朝的汉化程度，对缓和民族矛盾与增强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元仁宗虽然恢复了科举制，但在录取人数的安排上却对汉人产生了轻视。科举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男人，他们的录取数目需要平等，但在实际的录取比例中，汉人和男人却并不占优，他们始终处于陪衬的地位。在经济方面，由于元朝的财政制度存在着缺陷，加上战争、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财政困难便一直是元朝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元仁宗也曾试图改革货币制度去解决财政的困境，但最终的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他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元朝的经济危机。在内政方面，元仁宗的母亲妲己太后在元仁宗即位后私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她干预朝政，任命亲信，这对元仁宗的统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譬如妲己太后将自己的亲信铁木迭儿任命为中书右丞相，而铁木迭儿却极为贪污腐败，这引起了其他朝臣的愤恨。不过在外交方面，元仁宗的政策却行之有效，他保持了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关系，
延续了元朝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元仁宗在去世后，并没有遵守与哥哥海山的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约定，他擅自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也就是接下来的元英宗。而这一弃信为义的决定，也为后续皇位继承的纷争种下了恶果。博尔只金硕德巴剌是蒙古帝国的第9代大汗，元朝的第5位皇帝，是为元英宗，1320年至1323年在位。作为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嫡子，他自幼接受了儒家教育，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且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这也塑造了他继位后的施政理念。元仁宗驾崩后，年仅17岁的元英宗登上大位，而本有可能让元朝走向中兴的他，在实际的统治中却显得政治经验不足。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利益集团时，他的决策和行动有时显得过于冲动，这导致了一些政策的实施收效甚微，甚至还引发了一些政治动荡。不过，元英宗在其任内还是有一定的建树的。他改革的核心是吸收儒家思想和汉法，这包括了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和士人，推行金铸赋役法，减轻农民负担，裁减冗官，提高行政效率，以及颁布了大元通制。大元通制是元朝的重要法典，它系统地整理了元朝的法律制度，其具体的内容也继承了唐宋法律的思想。不过，在体制上，大元通制却并没有唐宋法律那样统一的编纂形式，所以大元通制严格来说还不是一部法典，只是一部具有法典特性的法律集成。但无论如何，大元通制的颁布都体现了元英宗想要通过法治来加强集权以及规范社会秩序的意图。而元英宗的这些新政也得到了中书右丞相拜柱的全力支持，两人合力打击了许多朝廷腐败，提升了官僚体系的廉洁性和执政效率。但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蒙古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利益。他们认为元英宗的改革是对蒙古传统和文化的背叛，是对蒙古民族利益的损害。因此，元英宗的很多政令遭到了贵族们强烈的抵制。公元1323年，元英宗与拜柱在从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在南坡店遭遇了以铁木迭儿一子铁氏为首的叛贼的秘密刺杀，元英宗被手势于卧床之上，史称南坡之变。元英宗的遇害，使得元朝的改革戛然而止，元朝也失去了一次走向中兴的机会。总体来说，元英宗的在位时间虽然很短，但也暴露了在腐朽的元朝内部之中其最深层的矛盾与改革的艰难。他的遇刺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元朝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着元朝的政局和国势即将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博尔只金也孙铁木儿是蒙古帝国的第10位大汗，元朝的第6位皇帝，是为太定帝，1323年至1328年在位。也孙铁木儿是真金太子长子一脉，父亲是真金长子干麻剌，而他是干麻剌的次子，当时被封为晋王。因为上一任元英宗的锐意改革损害了也孙铁木儿的利益，因此他也支持叛将弑杀元英宗。而在1323年南坡之变后，他被权臣铁师拥立为帝，继承了元英宗硕德巴剌的皇位。虽然对于他是否直接参与弑杀元英宗一事仍然存在着争议，但他即位后先是对谋杀英宗的铁师等逆党进行大赦，并加官进爵，1个月后又将其诛杀。就这种行为来说，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因此他可能存在着为了让自己夺下皇位而与逆党勾结的嫌疑。而太定帝的在位期间，虽然国家政策大致延续前任，
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或军事扩张，但此时的元朝一线疲态，并逐渐步入了多事之秋。在他的任上，水灾、旱灾、地震、蝗灾等自然灾害几乎每年每月都有记录，导致许多地方爆发了饥荒，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然而，他和他的统治集团却极为无能，他们不仅没能有效地应对这些灾害，反而使得朝政腐败，民生凋敝。而在政策方面，泰定帝也是采取了一些百无一用的措施，譬如改革行政区划，禁止汉人收藏和携带兵器，以及禁止和尚和道士购买民间土地等等。这些措施要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是因为不得人心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此外，他还滥自诛王勋期，导致了国用不足，又行以入宿拜官之法，使得权阀大乱。而且当时的喇嘛仗着非主的崇信，因而横行霸道，扰民不断。1328年，在泰定帝去世之后，元朝爆发了皇位争夺之战。他的儿子阿速吉巴与从侄图帖木儿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地撕裂了元朝的统治阶层，加速了元朝走向衰败的进程。总体来说，在泰定帝的统治之下，元朝虽然并未发生剧烈的动荡，但社会的矛盾却日益尖锐，这导致了国家运势一落千丈，为后来的元末乱世埋下了伏笔。此外，他的去世也立即引发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和破坏性最大的地位之争。博尔只金阿速吉巴，这位被后世称为天顺帝的君主，在元朝的历史上就如同流星一般划过，短暂而暗淡。他出生于1320年，于1328年泰定帝去世后，在上都被权臣道剌沙拥立为帝，成为了元朝的第7位皇帝，蒙古帝国的第11位大汗，时年9岁。原本在泰定帝驾崩后，由他的儿子阿速吉巴来继位，应是合乎情理。然而，元武宗海山的次子图帖木儿在权臣燕铁木儿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他改元天历，自行称帝。由此，元朝也出现了两帝并立的局面。于是，一场关乎元朝命运的两都之战正式爆发。上都与大都也分别成为了天顺帝阿速吉巴和天历帝图帖木儿的阵营核心。这场皇位争夺之战斗得你死我活，各方势力纷纷卷入其中。但年幼的天顺帝毫无胜算，他在位仅42天，便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并惨遭废黜。而图帖木儿却赢得了胜利，登上皇位，是为元文宗。经此一役，元朝的皇位再次回到了元武宗一脉。而泰定帝和天顺帝也因为这场变故被排除在了元朝皇帝的正统世袭之外。他们没有庙号，所以史书便只能以他们在位的年号所相称。总体来说，由于天顺帝年幼，实际的统治时间又极短，因此他没能对元朝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相反，这场动荡的皇位争夺之战却严重地消耗了元朝的国力，且加剧了宫廷与地方、蒙古贵族与汉族官僚以及不同蒙古部落之间的矛盾，这为元朝后期的最终覆灭埋下了祸根。而天顺帝在这场政变后被宣告死亡，可他的具体下落却始终成谜，这为元朝的历史增添了一抹诡秘的色彩。博尔只金图帖木儿，庙号文宗，作为元朝的第8位皇帝以及蒙古帝国的第12代大汗，他的统治生涯充满了波折，在权力的棋局中反复博弈。图帖木儿的在位时间分为2段，第一段是从1328年的11月至1329年的2月，第二段是自1329年9月至1332年的1月。尽管图帖木儿在两都之战之后看似坐稳了皇位，可他内心始终对他的兄长和氏剌心存忌惮。而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
他便假意将皇位让给了和氏腊。而后和氏腊在漠北即位，是为元明宗。元明宗即位后，着手任命自己的亲信掌管关键职位，试图革新朝政，重塑统治秩序。然而他的举措却触动了图帖木儿和燕铁木儿的利益。而后就在一次元明宗与图帖木儿的兄弟会面之际，明宗突然离奇暴崩。这一事件背后的真相扑朔迷离，但诸多的迹象表明，图帖木儿和燕铁木儿在此事之中，两人极有可能对明宗暗下杀手。接着在元明宗死后，图帖木儿顺势复位，再度君临天下。复位后的图帖木儿，也就是元文宗，他并未展现出扭转乾坤的雄才大略。在他的统治期间，燕铁木儿权势滔天，独揽朝政。燕铁木儿的生活极度奢靡，他妻妾成群，大肆收受贿赂，公然卖官鬻爵，这致使朝廷的吏治腐败不堪。甚至他还做出了娶了太定帝的皇后，纳了40多位宗室女儿为妻妾等等的荒唐之举。而他荒淫无度的行径也被朝野所不齿。与此同时，元文宗本人极度沉迷于佛教，他大肆修建佛寺，频繁地举办佛事活动，耗费了巨额的钱财与物资。这种过度的宗教投入，极大地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致使百姓的生活愈发困苦。而元文宗不仅不对燕铁木儿的种种恶行加以约束，反而对其言听计从，且将军国大事悉数交予他处理。在元文宗的这般统治之下，元朝的国力日益衰微，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而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国家也陷入了动荡不安的深渊。不过元文宗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元朝的文化发展。他创建了奎章阁，组织编修了经世大典。奎章阁汇聚了众多的文人学者，成为了当时文化交流与创作的重要场所。而经世大典则系统地梳理了元朝的典章制度，对后世研究元朝的历史意义重大。后期元文宗病重，或许是对过往所作所为的愧疚，或许是对身后之名的考量，他留下了遗诏，指定元明宗之子为帝。然而他的这一补救之举却为时已晚，因为他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不当行为已经对元朝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加速了元朝的灭亡之路。前后统治了国家4年的元文宗，见证了元朝皇权斗争的激烈与复杂，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因此总体来说，元文宗的一生都在权力的漩涡中挣扎。虽然他在文化治理方面有一定的建树，但他为了夺取皇位而不择手段，且纵容权臣沉迷佛教，荒废朝政。元文宗的诸多缺点和恶行成为了元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位皇帝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被后人诟病的印记。博尔只金和氏腊是蒙古帝国的第13任大汗，元朝的第9位皇帝，是为元明宗。他是元武宗海山的长子，他的登基本应标志着武宗一系的复位，为元朝的统治带来新的转机。但元明宗和氏腊却在他29岁的那年突然离世，且在位仅只有6个月。和氏腊即位时，元朝的内部已是千疮百孔。当时皇族内部的各方势力明争暗斗，财政危机严重，国库空虚，地方治理困难，百姓生活困苦，整个社会一片凋敝。面对这些困境，和氏腊决心有所作为。他即位后确立了年号为天历，寓意着天命所归。他希望借此凝聚人心，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另外，他还谋划整顿朝纲，试图缓和社会的矛盾。
可惜他因为在位时间太短，许多的计划根本没能充分的实行。而元明宗和氏腊的离世也是一桩历史奇案。他在回大都的途中与弟弟元文宗图帖木儿见面后不久便离奇暴毙，史称天历之变。关于他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自然死亡，但更多人怀疑是元文宗不甘心禅让，为了夺回皇位而下此毒手。而且就连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在继位后也认定是元文宗谋害了他的父亲。元明宗和氏腊的猝然离世，不仅中断了武宗一脉的直接传承，还引发了新的皇位争夺，进一步的加剧了元朝末期的政局动荡。总体来说，元明宗和氏腊的统治虽然短暂，但他作为连接元朝两个重要时期的关键人物，其在位期间的不确定性对元末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博尔只金义林志班是蒙古帝国的第14代大汗，元朝的第10位皇帝，是为元宁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仅7岁，他几乎也是华夏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1326年3月，义林志班出生在北方草原，他是元明宗和氏腊的嗣子。1329年8月，义林志班的父亲元明宗和氏腊在上都去世。这一年，义林志班只有3岁。父亲去世后，义林志班的叔叔元文宗图帖木儿登上了皇位。也许是出于对兄长的愧疚，也许是其他的原因，元文宗对义林志班十分喜爱，将他留在了大都，并在1330年的2月封他为父王。1332年8月，元文宗图帖木儿在上都突发疾病，临终前，他将皇后卜达失里和丞相燕铁木儿叫到床前，交代遗诏，要求他们在自己死后拥立和氏腊的长子妥欢铁木儿为帝。然而，卜达失里和燕铁木儿为了把持朝政，不愿拥立妥欢铁木儿为帝，于是他们隐瞒了遗诏的真实内容，并宣告将皇位传给和氏腊的次子义林志班。10月初4，义林志班在大都大明殿即位，成为了元朝的第10位皇帝。一个年仅7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推上了一国之君的位子。由于义林志班年幼，无法处理朝政，因此朝政便顺理成章地由元文宗图帖木儿的皇后卜达失里所掌控。至此，他成为了元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义林志班即位后，虽然只是一个傀儡皇帝，但元廷也是以他之名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譬如下诏，除了犯谋反大罪与谋害长辈等罪行外，其余的罪犯全部予以赦免，且各地的差税都按照标准进行减免。另外，在官员的任用和提拔上，元廷允许监察御史和肃正廉访司以及内外3品以上的正职官员推举一名优秀人才入朝当官。这些政策也显示出了元廷对国家治理的一种新的尝试。然而，命运似乎对义林志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332年11月26日，义林志班在大都病逝，年仅7岁，在位仅53天。他的离世让刚刚有了一些起色的朝政再次陷入了混乱。义林志班的一生充满了戏剧和悲剧，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改变元朝的结局。博尔只金妥欢帖木儿即元惠宗，通常被称为元顺帝，他是元朝的第11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蒙古帝国的第15代大汗。妥欢帖木儿从1333年开始即位，到1368年元朝灭亡，而后他退居漠北，继续担任北元皇帝，直到1370年去世。他的实际在位时间长达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1333年7月19日，作为元明宗长子的妥欢帖木儿正式继位，当年改年号为元统。
他的登基之路并不顺利，因为他的生母是异族，而且他也是元明宗流放氏所生，所以他在元文宗时期备受冷落，因此7岁的元宁宗才得以优先继位。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即位后，册封了燕帖木儿之女达那失里为皇后，高丽贡女齐氏为他的妃子，卜达失里为太皇太后，燕帖古嗣为皇太子。登基后的前几年，元顺帝因为被架空而毫无实权，只能隐忍于朝。朝中先是燕帖木儿的派系想要废除他的皇帝之位，但后来便被他扶持的权相伯颜将他们连根拔起。皇后达那失里也被赶出宫后毒死。而后作为中书右丞相的伯颜便开始独揽大权，倒行逆施。但元顺帝清楚利用伯颜清除异己，此乃亡国之招，但他也知道自己如若违逆伯颜，则后果严重。于是他便开始物色能够除掉伯颜的人，而伯颜的侄儿脱脱便开始成为了他的助力。1340年，伯颜请元顺帝出猎，但元顺帝却以生病为由予以推脱。而后他趁伯颜带着皇太子燕帖古嗣出猎柳林，便与脱脱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并且他的3世旗将领也成夜带回了燕帖古嗣。而后元顺帝趁机下诏，他隶属了伯颜的罪状，并将他贬为了河南省的地方官。伯颜得知自己被罢官后，试图率军返回大都，但脱脱却据守城门，拒绝让他进城，并且脱脱还宣告只办伯颜，不问从者。这使得伯颜的军队瞬间失去了斗志，并纷纷散去，众叛亲离。伯颜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少数亲信南下，准备前往河南就职。在南下的途中，伯颜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不仅失去了权力和军队，还受到了各方的排挤和打压，而最终伯颜死在了贬谪的路上。至此，元顺帝在隐忍了8年之后，终于扳倒权臣，收回权力，并得以亲政。1340年6月，元顺帝为了报自己的杀父之仇，下诏废除了元文宗图帖木儿派系的几乎所有人物。而后太皇太后卜达失里被迁至东安州，不久死去。同年7月，皇太子燕帖古嗣被流放到了高丽，并在押送的途中被处死，年仅12岁。这一年，元顺帝的妃子齐氏为他生下了长子爱优失里达腊，也就是北元昭宗。接着元顺帝启用了脱脱之父马扎尔台为朝廷的右丞相，但马扎尔台却已病请辞。同年11月，元顺帝改用了脱脱为右丞相，并于次年正月改元至正，开始改革，史称至正更化。在这一时期，元顺帝勤奋好学，厉行节俭，且全力支持脱脱，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譬如恢复科举，推行举荐制，加强人才选拔，还有像是制宣文阁，恢复太庙4世纪，并主导修撰了《宋史》《辽史》与《金史》。另外，他还崇儒重道，提倡文化教育，颁行制正条格律法，加强法治建设，颁布举证守令法，加强廉政，颁布农桑集要，指导生产，还有开垦屯田和维修水利，解决饥荒。此外，元顺帝还安抚了被伯颜迫害的诸王，并且他还减盐额，捐赋布，拍马禁，以减轻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至此，元朝的朝政为之一新。而正当至正更化的新政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在1344年，脱脱却以多病为由而辞去官职。此时，元朝积弊已久的官场腐败仍是难以一蹴而就，再加上当时的天灾不断，瘟疫横行，以及黄河频繁决口，因此社会也开始动荡不断。于是元顺帝命官府加以赈济，并于1349年再次启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予以挽回颓势。到了1351年，
为了解决财政困顿，元顺帝开始支持脱脱贬钞，也就是说，元廷通过印发新钞来搜刮市场上流通的旧钞，并规定新钞的价值须是旧钞的2倍。而通过此举，元廷暂时缓解了财政缺口。但元廷在这次发行新钞时，并没有绑定白银做准备金，更没有价值的衡量标准，而是随意的印刷发行。因此，随着市场上的新钞越来越多，很快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元末农民起义大爆发，由白莲教组成的起义军头戴红巾，被称为红巾军。红巾军的势头很盛，很快便遍布了全国。而元顺帝则是把造成红巾军起义的原因算到了脱脱的头上，开始对脱脱的信任度锐减。此时，元顺帝已经失去了往时的锐意图治，他逐渐消沉，居然开始重用佞臣哈麻。而哈麻则偷偷地引进密宗，教元顺帝用男女双修之法运气，并让元顺帝的舅父老弟沙等10人陪伴引乐。1352年8月，脱脱亲率由蒙、汉、西域、吐蕃与高丽部队组成的100万元军大举平叛红巾军。而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各地的红巾军几乎都被压制。1354年正月，严犯张士诚自立为王，脱脱则亲自领兵攻取高邮，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扬州高邮市。而正当张士诚力竭准备投降之时，元顺帝居然听信了佞臣哈麻之言，逼脱脱交出了兵权。临阵换将，军心溃散，于是元军开始四散，甚至有部分士兵投入了红巾军。至此，元末农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此后，元廷只能依托地主武装来对抗红巾军。1355年12月，脱脱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哈麻绞指害死。此后，元顺帝的意志更加消沉，他愈加迷恋密宗双修之法，甚至就连佛家舞蹈金刚舞也被改编成了16天魔舞。除此之外，他还爱上了木艺以及各式小发明，愈发不闻政事。而后，他将朝政全权交给了皇太子爱由十里达腊。1356年，哈麻谋划要元顺帝禅位给皇太子爱由十里达腊，但哈麻的妹婿突鲁帖木儿将此事告发给了元顺帝，而后哈麻被处死。1368年7月，原属红巾军的朱元璋独树旗帜，他领导明军攻占了大都。而元顺帝则带着皇室成员和部分大臣向北逃亡到了上都，并继续维持元朝的国号和制度。至此，北元建立，曾经统治全国的大元朝已不复存在。1370年5月23日，元顺帝在应昌驾崩，时年50岁。北元政权为他上的庙号是为元惠宗，而后世所称的元顺帝是明朝为他上的谥号。朱元璋在即位诏中称妥欢帖木儿为知天命之去留，能训位而去。朱元璋将元廷的北遁美化为顺应天命的禅让行为，因而便赐其谥号为顺帝。而接下来的300年间，北元与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发生了多次交战，他们互有胜负。后来还是因为北元的内部斗争，使得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逐渐衰落。1632年，后金的皇太极亲率大军西征北元，元顺帝的十世孙林丹汗根本无力抵挡，只能节节败退。最终，他逃到了青海，客死他乡。接着在3年后，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捧着传国玉玺向后金投降，至此北元正式灭亡。我们说回元顺帝，元顺帝的一生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的一生。他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流放和监禁，即位后又面临着权臣的专权和朝廷的腐败。而尽管他在亲政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改革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他的统治后期，他逐渐消沉，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这使得朝政败落，民间动荡，最终致使了大元朝的覆灭。而元顺帝的种种经历，也成为了后世研究元末明初的社会转型以及民族冲突的重要案例，让人可以理解到历史的巨变和一个王朝兴衰背后的复杂成因。元朝的故事既有开天辟地的气魄，也有令人唏嘘的终结。从皇位继承的混乱无序，到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斗，元朝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为了皇位，皇室成员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停上演，亲情忠诚在权力的诱惑下变得一文不值，君臣之间的信任也如薄冰一般脆弱。这种混乱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让元朝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之中。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根本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去应对各种的内忧外患，而民族分化政策更像是一条鸿沟，横亘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蒙古人高高在上，其他的民族被划分等级，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加剧了民族分化，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因而百姓只能一直生活在压抑与不满之中，这致使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国家的根基也在这种混乱的侵蚀下逐步动摇。不过，元朝却也不完全是毫无建树，他开创的行省制度为后世的行政区划和地方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影响深远。另外，元朝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个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让东西方文化得以充分交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元朝的灭亡也警示着后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制度、合理的民族政策与清明的政治生态，以及统治者的智慧与担当。权力的追逐不应该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而应是推动进步的动力。民族的差异不应是分裂的根源，而应该是团结的纽带。当一个王朝背离了这些原则，那么即便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袤的领土，也难以逃脱衰败的命运。明朝是华夏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历经12世，共在位16位皇帝，国祚276年。明初定都于应天府。1421年迁都到了顺天，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被称为朱明。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义宗朱由检在眉山自缢而死。自此，明朝灭亡。随后，满清入主中原。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政结束。朱元璋，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生于1328年，死于1398年。1368年至1398年在位，原名朱重八，后更名为兴宗，生于亳州钟离之东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省明光市赵府村岳龙岗。朱元璋俗称洪武帝，是高皇帝，庙号太祖，其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朱元璋出身平民，早年参与元末起义，并通过连年征战，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一统的明皇朝。那么，在群雄逐鹿的元朝末期，为何最后胜出的是朱元璋呢？这我们还要从郭子兴之死开始说起。公元1355年，对朱元璋有着知遇之恩的郭子兴因病去世。在郭子兴去世之前，
朱元璋虽然已经有了一块地盘，以及超过3万的军队，但是在他头上还有郭子兴这个顶头上司。对于这一点，当时朱元璋下面的很多人也都比较认可，大家也不觉得朱元璋应该是一方之主。但是郭子兴去世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朱元璋手里的地盘和军队都是他自己努力奋斗来的，所以在这之后，大家开始明确认定朱元璋就是这支军队的老大。哪怕当时作为起义军共主的韩林任命郭子兴的儿子做这支军队的新统帅，大家一样不认可，只认老朱。所以在郭子兴去世之前，朱元璋只是一个手里有兵权的起义军将领。但是在郭子兴死之后，朱元璋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都觉得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是一方之主，有资格参与这场逐鹿天下的游戏了。而明朝的开国战争，严格来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初，朱元璋的实力其实并不算强。当时朱元璋手底下大概有3万多人的军队，以及滁州与河州2个不算大的地盘。此时的朱元璋，就算在起义军内部，也只能算是一股小势力而已。最关键的是，当时朱元璋在名义上也只是这支军队的副帅，在他头上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正牌统帅，那就是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如此一来，如何搞掉郭天旭，成为起义军的真正老大，这就成了朱元璋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同时，朱元璋还得确保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义军的内部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混乱，这显然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朱元璋接下来想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首先，在他的推动之下，这支起义军开始渡过长江，向隔江相望的南京地区进攻。其次，在战争过程当中，身为主帅的郭天旭必然要带着自己麾下的军队带头冲锋，这样他就很容易死于战争之中，一去不回。所以接下来不出所料，郭天旭死了。对于他的死，后世始终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没有人知道这背后到底是朱元璋下的黑手，还是一个巧合。反正在这之后，朱元璋顺利地成了这支起义军的老大，再也没人能管得了他了。而接下来，朱元璋则是继续带着军队打南京。此时朱元璋实际控制的河州和滁州就在长江北岸，和南京隔江相望。不过当时的南京是叫吉庆路。此后的1年里，朱元璋3次带兵攻打南京，最终在1年之后，他顺利地拿下了整个南京地区，包括下面的几个县。同时，在攻略南京期间，朱元璋还收编了巢湖地区的起义军，第一次拥有了强大的水军。这对于朱元璋来说可就太重要了，因为有了水军之后，朱元璋不但可以横渡长江，而且还能借助水军封锁长江，进可攻，退可守。从这时候开始，朱元璋终于比其他的起义军势力多出一些优势了。拿下南京之后，朱元璋顺利收编了南京地区的投降军队。此时他的军队规模已经扩充到了5、6万人。此后，朱元璋将这里改名为应天府，作为自己的统治核心。而接下来的1年里，朱元璋便以南京为中心，开始向太湖方向扩张。1年之后，朱元璋逐渐占领了整个浙江东部。此时的朱元璋终于可以说是有了一定的根基，因为当时以南京为中心，长江北岸的几个县都在他的手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元朝的主力军队南下，朱元璋就可以封锁长江，然后在这几个县的内部抵抗元军。有长江阻隔，又有强大的水军封锁长江，
就算此时元朝能派出10万精锐南下，恐怕也奈何不了朱元璋了。而在长江以南，以太湖为中心的广袤区域，基本上都落入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块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粮食的产量极多。从宋朝开始，这一带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而有了足够多的粮食，这也就意味着朱元璋可以募集更多的军队，并且有更强的战争动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前1357年，随着朱元璋拿下了重要的产粮地，因此大量江南地区的文人开始前来投奔朱元璋。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叫朱升的人，就给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这条战略后来就成了明朝开国的关键。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放眼当时整个元末混战，只有朱元璋才能用这个战略，其他所有势力如果照抄这个战略，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因为如果想要实行这个战略，必须得满足4个条件。第一，地盘必须得是重要产粮地，要不然产的粮食没有吃的多，那就根本没有广积粮的可能。第二，地盘必须不能挨着元朝统治区，要不然元军经常来进攻你，你根本就没有高筑墙的机会。第三，你麾下的军队必须得是你亲手招募的，下面必须得特别服从你，要不然你一直不成王，下面的人就会觉得没有希望，那么团队就没有凝聚力。比如陈友谅，他是通过篡权上位的，那他就不能用这招。第四，最重要的是，你内部的矛盾不能太大。比如说元朝那边内部土地兼并的矛盾与日俱增，就用不了这招。所以在整个元末，能同时满足这4个条件的，只有当时的朱元璋。而在老朱占领这西的这段时间里，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元朝那边，当时元朝内部的矛盾极大，这种矛盾既有元朝高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有元朝中央和地方武装的矛盾。因为当时各地起义军闹得比较厉害，元朝中央不得不主动放权，这就导致一大批元朝的地方军方逐渐开始走向独立。这最终导致了元朝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关中、河南以及甘肃等地的控制。同时，以太子为首的一群人开始和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争权，所以当时的元朝高层一片混乱，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去镇压农民军。与此同时，作为起义军主力的刘福通所部，这个时候则是开始逐渐进行北伐。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最初就是由韩山童和刘福通发起的。不过在起义之初，韩山童就被干掉了，反倒是刘福通后来带着军队逐渐发展了起来。而且刘福通后来拥立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成了起义军名义上的正统。就在朱元璋采纳朱升提出的战略时，刘福通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已经迅速发展，拿下了当年宋朝的首都汴梁。此后，刘福通兵分3路，开始直接进行北伐。此后的几年里，这3路北伐军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依然成功打穿了元朝全境，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军直接打到了草原地区的元上都。因为刘福通的存在以及元朝中央的腐败无能，导致接下来的几年里，元朝不可能再派一兵一卒南下，这就给了朱元璋持续发育的机会。另外，在江南地区，原本名义上尊韩林儿为首的起义军内部也开始迅速分裂。之前起义刚开始的时候，起义军各部虽然各自独立，但名义上还是臣服于韩林儿的。不过
随着起义军逐渐做大，南方的徐寿辉部首先开始宣布独立，而且后来徐寿辉居然直接称帝了。尤其是在刘福通挡住元军主力之后，徐寿辉在南方更是发展神速，短短几年之后就占领了湖北、湖南、江西与安徽等地，坐拥了100万大军。当徐寿辉拥有100万大军的时候，朱元璋才刚刚拿下南京。那个时候，徐寿辉其实才是南方最大的起义军势力。那时候的徐寿辉非常有希望统一天下，但问题是，在之后徐寿辉这边就出问题了。徐寿辉之前发展的速度虽然很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之前他恰好踩在了风口上。因为徐寿辉的势力很大，所以当时南方有很多起义军领袖都愿意接受他的庇护，因此才显得他很强大。但也正因如此，徐寿辉政权内部的各方势力却是个个摩拳擦掌，危机重重。所以等到朱元璋开始广积粮的时候，徐寿辉这边就开始逐渐分裂了。最后徐寿辉所部大体上分成了2个部分，他大部分的地盘都被他麾下的将军陈友谅给霸占了，而四川那边的地盘则是被另一个部将明玉珍给侵吞了。就这样，原本强大的徐寿辉部分裂成了明玉珍和陈友谅这2个分支。而后自从朱元璋拿下南京开始，转眼之间3年时间匆匆而过。到了3年之后的公元1360年，朱元璋彻底控制住了这东，而这其中陈友谅的地盘和朱元璋紧挨着。此外，朱元璋东北方向的江苏地区则是暂时由另一个起义军领袖张士诚所控制，而在朱元璋的东南方，这东沿海地区则是由方国珍统领。至于朱元璋地盘以南的福建地区，则是由一个叫陈友定的人控制着。陈友定和陈友谅的名字虽然很像，但这2个人却是没什么关系。陈友定其实是一个元朝的将军，只不过后来起义军崛起之后，福建这边和元朝北方的疆域失去了联系，所以陈友定就成了福建这边最大的军阀。总之，到了这个阶段，在江南地区就形成了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以及陈友定这5大势力相互混战的局面。而在这个局面形成之后，公元1360年，又有一个关键人物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刘伯温加入朱元璋的阵营之后，很快提出要朱元璋避免多线作战，尽量各个击破。5大势力当中，朱元璋的地盘恰好处于4战之地，基本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所以这时候刘伯温的策略就是希望朱元璋背靠刘福通那边，先收拾其他几个江南群雄再说。不过还没等朱元璋主动出击，实力最强的陈友谅就先出招了。当时陈友谅刚刚杀了徐寿辉，霸占了徐寿辉的大部分地盘。因为自身经历比较特殊，所以接下来陈友谅自然得大幅扩张，用战争的胜利来转移内部的矛盾。而当时在陈友谅的地盘周围，最有价值的就是朱元璋的地盘，因为这块地盘产粮。所以之后不久，陈友谅就给朱元璋东边的张士诚写了一封信，邀请张士诚一起进攻朱元璋。而收到陈友谅的信之后，张士诚也没犹豫，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就这样，朱元璋以1敌2，同时对打张士诚和陈友谅的战争开始了。这种以1敌2的局面显然不符合之前朱元璋各个击破的战略，而且陈友谅的实力也远比朱元璋强得多。
再加上张士诚从背后进攻，这种仗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没有赢的希望。但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展现出了他超强的指挥能力。此后的几场战争当中，朱元璋将会用这种逆天的指挥能力绝地翻盘。在接下来的战争当中，朱元璋首先针对了张士诚。在朱元璋的努力下，东北方向的几个重镇节点逐渐被他掌握在了手里。同时，江北地区的一些地方，比如当年朱元璋起兵的亳州，都被他有意识地放弃，减少防守压力。而等到张士诚这边的压力减小之后，朱元璋则是开始掉过头来和陈友谅拼命。这场混战仔细说起来其实相当复杂，很多对明史稍微了解一些但又不是特别了解的人总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好像朱元璋之前一直在主攻张士诚，然后陈友谅来攻。这期间，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在南昌那边打了一场洪都保卫战，挡住了朱元璋。等到朱元璋带着主力回来之后，就迅速击败了陈友谅，然后就开始横扫江南。这个过程确实是没错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整个过程其实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实际上，从陈友谅出兵一直到最后双方决战，朱元璋和陈友谅打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这3年当中，双方先后打了龙湾之战、江州之战等多场大战。最开始的时候，陈友谅都已经打到南京城周围了，差点就把朱元璋的老窝给端了。但最后经过多次大战之后，朱元璋不断获胜，这才逐渐逆风翻盘。而等到翻盘的后期，才发生了那场洪都保卫战。因为之前陈友谅被朱元璋击败了好几次，所以这一次陈友谅才带上了全部的家底，想要毕其功于一役。但结果陈友谅硬是被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挡在了南昌城外85天。在这之后，朱元璋也同时搞定了后方，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和陈友谅正面决战的机会。于是朱元璋便带上了自己麾下最精锐的军队，以及几乎所有的水军，前去和陈友谅决战。就这样，双方最后在鄱阳湖一带相遇，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之战就此爆发。在鄱阳湖之战当中，陈友谅手握60万军队，朱元璋却只有20万军队。最关键的是，陈友谅的水军装备要远胜过朱元璋。但开战之后，朱元璋却硬是用自己的智慧再次逆风翻盘了。至于这场战争的详细经过，基本上可以参照《三国演义》里的那场赤壁之战。不过，这不是说朱元璋提前看了《三国演义》，而是因为后来罗贯中写赤壁之战的时候，原型就是参照了这场鄱阳湖之战。总之，最后陈友谅败给了朱元璋，其麾下的大部分军队都被朱元璋给消灭了。最关键的是，陈友谅本人也死在了这场战争当中，而陈友谅的长子，当时作为太子的陈善更是被朱元璋活捉了。这个结果其实是元末混战当中最大的一个意外，因为如果陈友谅没死，或者陈友谅的长子活了下来，继承了他爹的位置，那么接下来朱元璋统一南方的难度就会成倍提升，并且也会错过很多机会。但是陈友谅的突然死亡，却让朱元璋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在鄱阳湖之战结束以后，仅仅只过了半年时间，朱元璋就迅速吞并了陈友谅的大部分地盘。最终，在公元前1364年的3月，朱元璋率兵打到了武昌，迫使陈友谅的幼子陈理出城投降。至此，陈友谅政权彻底覆灭。而随着陈友谅的倒塌，
朱元璋一跃成为了整个南方最强大的起义军势力。而且此时的朱元璋单以地盘和治家人口而言，已经几乎等同于其他所有南方势力的总和了。于是在之后的战争就是朱元璋横扫南方。在灭掉陈友谅的同时，朱元璋终于不再收敛自己的锋芒。在这一年年初，朱元璋正式称王。此后朱元璋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消化了陈友谅的地盘。之后重新完成整合的朱元璋掉过头就去主攻张士诚。此后的2年里，朱元璋不断蚕食张士诚的地盘。终于在2年之后，朱元璋彻底围住了张士诚的老窝苏州。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围城战之后，朱元璋最后顺利消灭了张士诚，彻底占领了他的地盘。而此时北方的刘福通却开始一路溃败。之前刘福通曾经一度发展得很好，还组织了3路大军北伐。但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刘福通麾下的几路军队各自为战，所以就逐渐被元朝给反推了。等到朱元璋围困张士诚的时候，刘福通已经被元朝彻底击败。再之后，刘福通就开始向朱元璋求救，而朱元璋收到求救信之后，就直接派人过来接应了刘福通和韩林。但是在接应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却指使下属直接把韩林儿和刘福通的船凿沉，直接把他们给淹死了。自此之后，朱元璋的头上再也没了领导，就连名义上的领导都没有了。而且趁着接应韩林儿的机会，朱元璋又顺带接收了一部分原属于韩林儿和刘福通的地盘，势力范围再次向江北扩张了一些。在灭了张士诚之后，公元1367年，朱元璋又迅速出击。在这一年年中，朱元璋迫使了方国珍缴械投降，全部拿下了这东地区。方国珍投降之后，朱元璋又顺势南下，进攻福建的陈友定。最终在这一年底，朱元璋顺利地杀入了福建腹地，最后干掉了陈友定。随着陈友定被击败，整个江南自此以后就全都是朱元璋的地盘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的开国之战就进入到了下半场。在这之前，朱元璋的对手是江南群雄和起义军内部的几个分支，但是在这之后，朱元璋将要面对的是北方的元朝政府。在杀入福建的同时，公元1367年的10月，朱元璋正式任命徐达作为北伐军的统帅，命其领兵25万开始北伐。在明军北伐开始之前，朱元璋一直扮演的都是统帅的角色，他一直都坚持亲自在前线带兵。但是北伐开始之后，朱元璋却开始坐镇中枢，指挥全局。至于前线的战争，则是被他交给了徐达和常遇春等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朱元璋的角色开始从一个统帅彻底转型成了帝王。北伐军北上之后，在朱元璋的安排下，他的军队首先杀向了山东地区。因为之前元朝刚刚和刘福通打完，几乎被刘福通打穿了全境，所以这个时候的元朝军队实力非常弱，根本就挡不住徐达。很快，徐达就迅速杀入山东，占领了大量地盘。而当徐达在山东站稳脚跟之后，下一步北伐军分出一部分军队，迅速向河南地区进攻。最终这部分北伐军直接攻占了潼关。占领潼关之后，元朝京城和关中地区的联系就彻底被打断了。接下来就算关中这边的援军想要支援参战，也会被挡在潼关以西。当北伐军在前线一路大胜的时候，公元1368年初，也就是徐达刚领兵北上1个多月以后，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登基。
年号洪武，国号大明。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作为一个朝代的历史就这样正式的开启了。登基之后，朱元璋借着开国分封的机会，迅速安定了人心。而接下来，等到北伐军扼守住潼关之后，朱元璋则亲自来到汴梁，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北伐战争。此后，北伐军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势如破竹，仅仅几个月之后，就打到了北京地区。就这样，公元1368年的8月，随着明军逼近北京，元顺帝仓皇出逃，一路逃到了北方的元上都。就这样，这一年8月，徐达亲自率兵进入了北京城。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过，徐达攻占北京这件事只能说是明朝北伐的一个关键节点，并不能说是完全胜利的一个标志。因为当时的关中以及山西、甘肃、云南等多个地区都还在元朝的控制范围之内。四川那边在时也还被明玉珍的儿子所控制。而接下来拿下北京之后，徐达趁势率兵一路向西。在这一年年底，徐达杀入了太原，并且收回了整个山西。收回山西之后，明朝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迅速消化了之前攻占的地盘。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369年的3月，明军杀入陕西。此后的5个月里，徐达横扫了陕甘地区，先后击败了元朝名将王保保以及元末的地狱军阀张良弼、李嗣齐等人。所以到了公元1369年年底，整个长城以南的区域，除了四川和云贵地区之外，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明朝所占领。此后的1年时间里，明朝开始以长城支线为基础，重新构造防御体系，并且对原属元朝的地盘重新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如此1年之后，等到明朝内部再次完成了整合，朱元璋就任命汤和为征西将军，命其征讨巴蜀地区。接下来的战争可说的同样不多，仅仅几个月之后，汤和就带着军队顺长江而上，先拿下了重庆，而后兵围成都。最后，公元1371年的7月，明家投降，巴蜀之地自此被明朝彻底拿下。拿下巴蜀之后，朱元璋再次组织了北伐军，北上进入了草原。这一场战争被后世称为2征北元。和之前一路大胜不同，这一次北伐，明朝很难得的输了。后世普遍认为，这是明朝军队第一次进入到草原打仗，因为轻敌再加上缺乏对平原作战的经验，所以才输了。所以此后的近10年里，明朝开始暂停了对外的大规模战争。朱元璋开始一边培养骑兵军队，一边稳定内政。在这10年里，朱元璋开始着手解决明朝高层的党争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浙东党和淮西党的权力斗争。同时，朱元璋还趁机解决了丞相的职权问题，完成了权力的回收。这个过程最后以丞相胡惟庸被杀而结束。等到胡惟庸被杀之后，明朝高层开始高度集权。在这之后，朱元璋才再次开始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就在胡惟庸被杀之后不久，北元入侵了明朝边境。朱元璋趁势以徐达为大将，开始了第3次征讨北元。这一次，知识而后勇的明军打赢了，并且他们一口气推进到了卢渠河沿岸，这已经非常接近地理意义上的漠北地区。同样还是在这一年，明朝的北伐军回师之后，朱元璋趁势任命傅有德为主帅，直接带着军队去征讨云贵地区。这场仗打了将近2年的时间。2年之后，
元朝留在云贵地区的残余力量已经基本被消灭。战争结束之后，大部分明军撤了回来，唯有朱元璋的干儿子穆英留在了云南，开始长时间的镇守当地。后来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穆王府。至此，云贵地区也被明朝彻底的控制住了。拿下云贵之后，又过了几年，到了公元1387年，朱元璋又任命了冯胜为主帅，开始第4次征讨北元。这一次，明军再次大胜，同时将辽东地区收入到了明朝的版图范围之内。而在4征北元之后，仅只过了1年的时间，明朝的情报机构就发现了北元政府在草原上的位置。所以，公元1388年，明朝将军蓝玉再次率军北上。这一次，蓝玉在捕鱼洱海之战当中，彻底击溃了北元的统治核心。此后，残存的北元势力也彻底分裂。接下来的几年里，明朝又进行了多次的小范围出击，不断地蚕食了很多地盘。到了公元1393年，明朝终于成功占领了河西走廊。不过，在明朝扩张到河西走廊的同时，朱元璋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太子朱标忽然去世了。而朱标的去世，导致了朱元璋不得不停止了所有对外的扩张，开始专心准备皇权传承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的扩张时代才算是彻底结束。以上就是元末明朝开国史。纵观明朝的开国，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的成功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原因。第一，他听了谋士朱升的话，选择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第二，他运气很好，在他成长到足够强大之前，北方一直有起义军主力替他挡住了元朝的主力军队，这让他有了持续发育的机会。第三，最关键的是，朱元璋本人实在是太能打了。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朱元璋的军事指挥能力可能仅次于唐朝的李世民。而在元朝末年的将军圈子里，老朱也能稳稳占据前3的位置。如果朱元璋没那么能打，那么早在当年陈友谅的第一波进攻之时，打明朝的历史可能也就变成了元末起义军将领朱重八的造反别事了。好了，下面我们来说说朱元璋治下的明朝内政。明太祖在位期间，通过廷杖大臣、废相、设锦衣卫、大杀功臣等等一系列的毒辣手段，建立起一套维护皇权的体制。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举措，使得明朝276年的时间内，没有外戚专权或军阀割据，党争现象也没有像唐末时期的牛李党争似的祸乱。然而，他为了巩固军权，于是在洪武13年，也就是1380年的胡惟庸案之后，开始废除丞相，令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但正因如此，臣下的权力开始分散，继而导致明朝后来的内臣宦官乱政的局面。不过宦官即是皇帝牵制文官集团所扶植的力量，其并未对皇帝的权力基础造成影响，没有达到汉唐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程度。明惠帝建文皇帝朱允文是明朝的第2位皇帝。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朱元璋驾崩，也为皇太子朱标早先病故，所以皇太孙朱允文就顺利地继承了大统之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朱允文在位4年，死因不明。朱允文生于太平之世，未经创业之间，在位时间又短，所以在治理国家层面没有什么重大的作为。朱允文即位后，崇尚儒家仁政之说，一改朱元璋的严正苛行，专欲以仁政化民。
改定律例，力究洪武年间的冤案错案，使其统治期间的囚犯较之洪武年间减少了2/3。他免除了各地拖欠的租税，赈灾济民，令官府为民间的卖子为奴者赎身，限制僧道的占田数量，余田均分给了平民。建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时间，大明朝开始政通人和。建文帝即位时，明开国初期，朱元璋分封各地的亲王势力开始逐渐扩大，一个个都不服这个建文帝，开始觊觎皇权，威胁他的统治。一贯仁柔的建文帝迫于无奈，采纳黄子成与齐泰的建议，仿效西汉初年的削藩之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削夺了5个亲王。诸王不甘心就范，特别是早有建位野心的燕王朱棣。朱棣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黄旗靖难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起兵反叛，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部署兵力，奋力平叛，历时4年，最终由于有太监做内应，把守京城南京金川门的统帅李景龙和古王朱惠等人开门迎敌，燕王丁得入京师。当时宫中大火冲天，燕王清宫3日也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骨。朱棣一朝不断地追寻建文帝的下落，却始终没有寻得踪影。最终，建文帝的失踪成为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一种说法是建文帝被宫中的大火烧死，另一说是建文帝率臣下9人从宫中的地道逃遁后，削发以复为僧，皈依佛门，云游天下不知所终。因为建文帝在明代初并无谥号，所以南明弘光年间被追崇为惠宗让皇帝。清朝的乾隆追谥他为恭敏惠皇帝。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3位皇帝，生于1360年，死于1424年，1402年至1424年在位。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他生于应天，时是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其后就发动了我们刚刚讲过的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了他的侄子建文帝，成功夺位登基。朱棣死后，原庙号为太宗，100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完善了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使明朝的发展到达了顶峰。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明史说他是貌奇伟，美冉冉，智勇有大略，又说他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服高祖。这些溢美之词虽然夸张，但他确实是有一些过人之处。明成祖无论是从文治上还是武功上，都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雄才大略也伴随着一些其他的弊病。朱棣缔造了众多空前的壮举，但却耗费了超过其他皇帝的民脂民膏。他开拓了空前辽阔的疆域，却使无数的将士战死沙场。他继承和开拓了朱元璋的事业，但却是篡夺了侄子的皇位，而且杀戮无数。他既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是一个给大家带来沉重负担的帝王。在明朝历史上，明成祖是一个关键人物，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他也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人物。因为经过明成祖完善的中国文官制度，不仅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而且也影响了明清两代500余年的政治生活。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1378年，死于1425年。他是明朝的第4位皇帝。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的8月，明仁宗登基，次年改元洪熙。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朱棣在他18岁的时候，也就是1378年，生下了这个儿子。1395年，朱高炽被立为世子。朱高炽生性端重沉静，言行适度，喜好读书。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但他喜静厌斗，体态肥胖，总要2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因此，对于一生事武的朱棣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虽然朱高炽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剑术，但总的来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更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所以这也可能是他体质单薄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在位时就很喜欢朱高炽这个皇孙。一次，朱元璋派他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没曾想朱高炽很快就回来报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该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朱元璋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2类分开，并相应地做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后来，朱棣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朱高炽团结部下，以10000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龙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在此期间，建文帝朱允文遣书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朱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朱棣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是他在位的期间，推动生产发展，不折腾百姓，真正做到了与民休息。他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法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朱棣开始的大规模用兵。由此，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也比洪武永乐2朝都要好。朱高炽天顶纯明，从善改过，恭俭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为仁宣之治打下了基础。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的5月，只做了10个月皇帝的朱高炽开始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终年47岁。明仁宗朱高炽葬于13陵的县陵，陵墓建造的庄严简朴，象征着他的统治作风。明宣宗朱瞻基生于1398年，死于1435年。他是明朝的第5位皇帝。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幼年就非常受祖父朱棣与父亲的喜爱与赏识。永乐9年，也就是1411年，被祖父立为皇太尊，数度随朱棣征讨蒙古。洪熙元年，也就是1425年，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在性格上与他的父亲朱高炽相类似，也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的理想主义，不过他却更偏保守。朱瞻基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宣德10年，也就是1435年，朱瞻基驾崩，终年38岁，死后葬于景陵。朱瞻基在位期间，文有3杨，他们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另外还有简易、夏元吉等文官。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纯这样的巡抚，一时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
朱瞻基与其父亲的统治加在一起，虽短短11年，但却被史学家们称赞为功绩堪比文景，史称仁宣之治。明英宗朱祁镇出生于1427年，死于1464年。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明代宗朱祁钰的异母兄弟，明宪宗朱见深的父亲。朱祁镇是明朝的第6位皇帝，他也是一个有着2次登基历史的帝王。第一次，他年仅9岁就继位称帝，年号正统，国事全由身为太皇太后的张氏把持，贤臣三杨主政。但在张氏驾崩、三杨去位之后，朱祁镇由于宠信太监王振，导致了宦官专权。正统14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因为好大喜功，兵败于西部蒙古族的瓦剌军队，继而被瓦剌俘虏。在得知朱祁镇被俘虏的消息后，他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宣布登基称帝，并遥尊哥哥为太上皇，改元景泰。瓦剌无奈之下释放英宗，随即已经荣升为景泰帝的朱祁钰将哥哥朱祁镇软禁于南宫，一锁就是7年。景泰8年，也就是1457年，大臣石亨等人成功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拥戴朱祁镇称帝，并改元天顺。天顺8年，也就是公元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病逝，死后被葬于13陵的玉陵。朱祁镇前后在位22年，当初宠信王振，后来又宠信曹吉祥与石亨。政治上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晚年任用了名臣李贤，而且听信内谏，美善了一些。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历来已久的殉葬制度。总的来说，朱祁镇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悲情人物，他以一己之力败光了80多年的祖业。他的一生太过狗血，2度登上帝位，7年北受苟活。明朝自他开始，拐了一个急转弯。朱祁镇的一生跌宕起伏，精彩传奇。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君王，没有治国安邦之能，唯一的亮点就是废除了殉葬制度，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单凭这点，也算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跨越了。明景帝朱祁钰生于1428年，死于1457年。他是明朝的第7位皇帝，1449年至1457年在位。他是明宣宗宣德帝的次子，母亲是贤妃吴氏。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儿子朱高煦。当年明宣宗朱瞻基对他的叔父，也就是汉王朱高煦用兵，他御驾亲征，生起了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冲入了自己的后宫。在返京的途中，宣宗皇帝朱瞻基邂逅了汉宫的侍女吴氏，并深深地被吴氏的美貌与聪明所打动。于是吴氏就被安排陪伴宣宗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县。终于吴氏珠胎暗结，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朱祁钰母子的生活。先是成王奉命在御驾亲征的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深当时才2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孙太后的授意下，成王继承了皇位。之后成王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年号景泰。朱祁钰即位后，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之后便粉碎了瓦剌对北京顺天的进攻，迫使瓦剌放回英宗。
景泰元年，也就是1450年的8月，英宗返回北京。祁煜也为害怕英宗复辟，所以他就将英宗软禁在宫中，并且命令锦衣卫严密控管。英宗的宫门不但上了锁，并且房屋的各处缝隙还灌上了铅，只留一个小洞，供食物递入。景泰3年，代宗朱祁钰废去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朱见济在次年就因病去世。景泰8年，也就是1457年的1月，代宗病危。16日，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经过一系列谋划，于17日清晨发动了夺门之变，率领武士攻入紫禁城奉天殿，英宗复辟。代宗朱祁钰被降为成王，软禁在西苑，1个多月后去世，享年28岁。代宗朱祁钰的死因不明，大多史学家认为他是被谋杀的。景帝朱祁钰死后，葬于西郊金山玉泉山北的景泰陵，他的妃嫔也跟他一起殉了葬。英宗非常痛恨代宗的刻薄，所以称他为厉王。清朝复称其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明清史书多称明代宗为景帝。明代宗朱祁钰在最后暴毙身亡的那一刻，可能也是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哥哥会对自己下死手，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或许当初自己真的不应该当这个皇帝，还能保证自己悠闲平安的一生。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俊，明朝的第8位皇帝，生于1447年，死于1487年。正统14年，未满2岁的朱见俊被立为皇太子。因为朱见深的幼年卷入了皇位之争，所以导致他的精神压力极大，因而落下个口吃的毛病。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而且他不顾明景帝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了景帝的帝号，追谥他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并重修了景帝的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朱见深在位共计23年，他的政治表现却在这23年里呈现出了2种面目。被人称颂的一面是朱见深成功平定了广西姚民的叛乱，镇压了荆襄流民起义，并较为妥善地安置了当地100万流民，将进入河套平原的蒙古人驱逐了出界，使得整个大明帝国呈现出了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朱见深设立的传奉官制度不但破坏了明朝的人事结构，还导致了明朝冗员暴增，官俸大涨，给明朝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传奉官其实就是皇帝为宠信佞臣，不经吏部、不经选拔、不经廷推和布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这违反了当时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而传奉官又普遍都是奸猾之徒，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索贿，严重败坏了明朝的官场风气。所以在朱见深执政的后期，明朝的国力渐渐衰败，那些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传奉官们难辞其咎。明孝宗朱佑樘是明朝的第9位皇帝，年号弘治，生于1470年，死于1505年，1487年至1505年在位。他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3子。朱佑樘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位贤君，他是第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而且他的童年命运多舛。刚出生的他幸而被太监宫女藏匿，才活了下来。朱佑樘的生母季氏与明宪宗朱见深一夜春风，不久怀孕。专宠后宫的万贵妃得知消息后，就命人给季氏吃堕胎药。季氏是在万贵妃恐怖的打压下，在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佑樘，
万贵妃得知后，就立即派太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季氏将婴儿秘密地藏了起来，每日用米粉不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不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没有找到。就这样，朱佑称就一直吃百家饭，躲躲藏藏地长到6岁。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次对话。一天，张敏为宪宗朱见深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相。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己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都没有剪，甚至拖至地面的瘦弱儿子时，不禁泪流满面。于是，在当天，宪宗就召集众臣，昭告真相。次日，宪宗颁诏天下，立朱佑称为皇太子，定封季氏为淑妃。但随之季氏却在宫中暴亡，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季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成化23年，也就是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8月去世。皇太子朱佑称于9月壬寅日继位，第2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然而，宪宗留给17岁太子朱佑称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在这个上天有意安排的千疮百孔的舞台上，孝宗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一次中兴的机会。孝宗弃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当，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研试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商议政事。孝宗皇帝的勤政仁慈、公行节俭，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立志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重视司法，大开言路，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他任用王树、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使得政绩斐然。虽然他在执政末期宠尽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所以历代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明武宗朱厚照生于1491年，死于1521年，是明朝的第10位皇帝，1505年至1521年在位，年号正德，又称正德皇帝。父亲是明孝宗朱佑樘，母亲是张皇后，死后葬于北京13陵的康陵，庙号武宗。明史记载，武宗一生贪杯尚武，无赖，喜好玩乐。他也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暴力、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研究，人们对武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为人却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一个人。近年来，历史学家对此颇有分歧。朱厚照只不过喜欢玩乐，生在帝王家，期望获得自由。从其所指挥的应州大捷来看，也算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皇帝。正德12年10月，也就是1517年，蒙古小王子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当时距土木堡之变也就不到70年，
所以朝臣听到亲征2个字，不禁神经过敏，就开始一轮轮的规劝，甚至威胁。但朱厚照绝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的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此战中，朱厚照体现出了不凡的军事天赋，首先派少量部队引蛇出洞，牵制住敌军主力部队，再不断增加兵力来消耗敌军的锐气。整个战事持续了好几天，最终以小王子的败退告终。这场战役使得明帝国的北方边境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朱厚熜，明朝的第11位皇帝，1507年9月出生，1567年1月卒，1521年至1566年在位。他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孙子，明孝宗朱佑樘的侄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年号嘉靖，后世称为嘉靖帝。正德16年，也就是1521年，朱厚熜正式登基，次年改元嘉靖。朱厚熜的在位时间在明代皇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帝，排名第2。嘉靖刚开始当皇帝还算可以，他英明苛察，严以御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重振国政，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是后期他就不好好干了，好道教不是朝，多少年不上朝，朝局大多时候掌握在严嵩父子手里。嘉靖帝在位期间巩固了明代的统治，为隆庆新政与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嘉靖45年，也就是1567年，嘉靖帝驾崩，享年60岁，庙号世宗，葬于北京13陵的永陵。嘉靖帝的去世，有人认为是他迷恋道教，吞噬炼丹，所以死在了慢性中毒上，也有人认为他是得病而死。嘉靖帝迷信丹药方术，他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满足自己修道，嘉靖帝数次遴选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他命令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对付参知，以期自己长生不老，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由于嘉靖帝多疑暴力，喜怒无常，宫人常被责罚，杖毙者多达200余人。后来宫女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嘉靖21年，也就是1542年，发动了人淫宫变。在王宁嫔等人的指使下，杨金英等10数名宫女趁嘉靖熟睡之际，用黄绫布把嘉靖的脖子套住，然后用力拉着，企图杀死他。而后又因打了死结，亦不死嘉靖，所以又用了拆簪刺向皇帝。在这时，其中一个胆小的宫女因为害怕，就报告给了方皇后。方皇后赶到后，将宫女们制服，最终涉事宫女全都被凌迟处死，而参与谋逆的曹端妃与王宁嫔也一并被斩首。嘉靖帝朱厚熜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虽然他20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选，但却始终牢牢掌控着整个明朝的政治财经与军事民生大权。明穆宗朱载垕，又名朱载济，他是明朝的第12位皇帝，生于1537年，死于1572年，1567年至1572年在位。他是明世宗嘉靖帝的第3个儿子。嘉靖帝的儿子众多，难免顾此失彼。朱载垕的母亲杜康妃也为失宠，而他也非长子，所以他从小就很少得到父爱。朱载垕刚满16岁，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他离开父母，在玉王邸生活了13年。较早的独立使得朱载垕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解到了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
众多的内忧外患使他更加关心朝局。本来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当他的誉王，但命运总是变幻莫测的。他的2位长兄先后早死，所以他幸运地成为了储君，最终即位为皇帝。作为一个王，他能够比普通老百姓与皇宫中的人更多地了解民间疾苦，更多的针砭时弊。他对严嵩乱政与外忧内患有着更清楚的认识，这些都对他登基后的作为有着很大的影响。但隆庆皇帝朱载垕贪于女色，最后也是死于女色。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吃春药，他的身体没几年就每况日下，难以支撑了。隆庆皇帝对女子的需求量非常惊人，他多次从民间挑选秀女充斥后宫，每次选拔都是300多人。这些人进宫，皇帝可是没把他们当作杂役人员，而是随时与之云雨。而女子只要博得了皇帝的欢心，自然也就会被封为妃子。也正因为如此，隆庆皇帝的妃子数量很多，光在他生命的最后2年中，就册封了13位妃子。这还是级别比较高的妃子，较低的选侍还不算。而且隆庆皇帝对自己的好色没有任何道德压力，大臣有时候会进宫请示工作，经常会看见皇帝拥着美女，爱答不理地和大臣说话。而且甚至隆庆宫中的茶杯与摆着，上面所绘制的内容也是不堪入目。隆庆6年，也就是1572年，宫中传出了朱载垕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2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试试，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他自知病情不轻，即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3人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继位。而后他病逝于乾清宫。就这样，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朱载垕，匆匆走完了6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9岁的皇四子朱翊钧，终年只有36岁。朱载垕被视为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的昭陵。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的第13位皇帝，生于1563年，死于1620年，1572年至1620年在位。也就是说，他从10岁登基，直到58岁驾崩，在位共48年，所以他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是隆庆皇帝的第3个儿子，母亲李贵妃原来是御邸的宫女。因为隆庆帝的前2个儿子早早夭折，所以隆庆2年，朱翊钧被册立为皇太子。隆庆6年，也就是1572年，朱翊钧正式登基，改元万历。也就是说，和他的父亲一样，朱翊钧的皇位也是捡漏得来的。很多人都羡慕他白捡了个皇位，却不知道这万历皇帝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当时的明朝国库空虚，一穷二白，甚至就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个10岁的小皇帝带着一群没有工资的大臣，这一朝的明政府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不过虽然这万历皇帝的年龄小，但却非常的明事理。他发誓要改变国家现状，并将国家改革的权力全部交给老师张居正来负责。于是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经济上对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从1573年至1582年结束，历时10年。1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形势大为改观，扭转了正德嘉靖2朝以来国家的衰败形势。10年改革，国家变得强盛，朱翊钧也长成了大人。这时的他心里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在他看来，老师张居正虽然是有功之臣，却权力有点过大，有点功高盖主了。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驾驭不了张居正。
于是万历皇帝偷偷地拿定主意，打算找机会对老师张居正动手。可是还没有等他出手，张居正就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人虽然死了，万历皇帝却不打算放过张居正一家。他派人抄了张家，可怜张府上上下下老弱妇孺，逃跑的逃跑，饿死的饿死。张居正到死也不会想到，死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有人说万历皇帝推倒张居正是为了给自己立威，也有人说朱翊钧是在发泄张居正对自己长达10年的压制。不过时过境迁，孰是孰非早已无法定论。但对于朱翊钧来说，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事实上，掌握实权后的朱翊钧也的确做过很多大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万历3大征，他们分别是平定宁夏破败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这3次大型的军事行动都取得了胜利，可见万历并不是一个不问政事的糊涂皇帝。可是从朱翊钧登基的第14年开始，他的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就不见了。他开始变得不愿上朝，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中不能自拔。看到皇帝这种颓废的样子，大臣们急了，纷纷上奏请求朱翊钧别忘了本职工作。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万历一生气，索性就彻底不上朝了。但凡遇到事情需要商量，朱翊钧就全靠书信传递。万历皇帝这一言不合就罢工，一罢就是30年，30年不上朝，朱翊钧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620年，万历皇帝因长期沉迷酒色，再加上国力衰败，终于一病不起。7月21日这天，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万历皇帝执政的这48年，前10年奋发图强，中间10年游勤遍览，最后30年外事不理，是一个贪恋酒色与迷恋权力的人，可谓是聪明有余，缺乏韬略的灭国之君。明光宗朱常洛是明朝的第14位皇帝，生于1582年，死于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与孝敬皇后王氏之子。在明代的历史中，朱常洛可算是一位最不幸的皇帝。万历皇帝创造了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记录，而他的儿子朱常洛则创造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神话，仅仅当了29天的皇帝。1582年8月28日，明光宗朱常洛在北京出生了。和他的父亲万历帝一样，朱常洛同样出身卑微，也是宫女所生。也正因为这样，万历一直看不上这个儿子。可是朱常洛毕竟是长子，是要继承未来皇位的，所以万历即便对这个长子十分不满意，也只能藏在心里，表面上还要维护这个儿子的太子身份。所以一直到朱常洛18岁，他才当上太子。这自然遭到后宫嫔妃以及其他皇子的嫉妒，朱常洛也因此多次遭到迫害暗杀。好在他每次都化险为夷，终于在1620年顺利登基，是为明光宗，年号太昌。然而此时的朱常洛已经38岁，从18岁当太子到38岁当上皇帝，朱常洛在太子的位置上等了20年之久。其实朱常洛也是非常有才华的皇帝，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兴改革，废除矿税，拨乱反正，重整纲纪，犒劳边关将士。他的这些改革措施针对的都是民众所关心的事，所以诏书一颁布，朝野上下一片欢腾。然而就在他打算好好大干一番的时候，突然就一病不起，奄奄一息。于是有太监给他献上了治病药，他吃后却一昼夜连泻30-40次，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这时
又有人给他献上了治病的2颗红色仙丹。病急乱投医的朱常洛一连吃了2颗红药丸，结果第2天朱常洛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留下了疑云重重的明宫疑案红丸案。他从登基到去世在位仅仅29天，38岁正当年的他还没怎么享受过帝王生活就去世了，这到底是因何而死呢？有人说他是因为贪恋女色，最后身体被掏空而死，也有人说他是被郑贵妃设计陷害，最后吞服红药丸毒死的。不过这些都随着这位皇帝的死成为了历史的迷雾。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朝的第15位皇帝，生于1605年，死于1627年，1620年至1627年在位。他是明光宗朱常洛和孝和皇太后王氏的儿子。朱由校性格荒唐怪异，耽于逸乐，无心朝政。他一生重用阉党，致使乳母克氏与魏忠贤专权，祸国殃民。朱由校在位期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辽东边境的危机也愈发紧迫。朱由校即位之初，东林党势力较大，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都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朱由校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朱由校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朱由校在即位初期迅速提拔了孙承宗、袁可立、袁崇焕等人。当初万历帝朱翊钧在位时，只顾自己寻欢作乐，根本无暇顾及皇太孙的读书问题。又加上他也不喜欢朱常洛这个儿子，而且朱常洛又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因此朱由校在继位时文化程度很低。由于没有多少文化，朱由校在发布命令指示的时候，只能靠听读别人的拟稿来决断。朱由校又不愿意全听别人摆布，往往不懂装懂。一纸草诏、半张上谕，经多次涂改，往往弄得文理不通，颁发出去，朝野人士看了啼笑皆非。所以时间久了，朱由校便把几乎所有的公务一概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原为一市井无赖，大字不识，却善于钻营，很快攀上了太监王安的关系，并结识了当时还是皇太孙的天启帝朱由校。魏忠贤在得到朱由校这个甩手掌柜的信任后，就趁机排除异己，扩充势力。而彼时的朱由校正在后宫做他的木工活。在做木工活的这个方面，朱由校心灵手巧，似乎有着先天的智慧。他手造的漆器、床、书匣等等的木制品，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有人说，正是因为有了朱由校，才开创了明代家具的历史。据说，凡是朱由校所看过的木器用具，甚至亭台楼榭，他都能够做出来。凡刀具斧凿、丹青柔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而且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朱由校还喜欢建造房屋，喜弄技巧，常常是房屋造成后，高兴的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儿过后，又立即毁掉，重新造新。即便如此，他也从不感到厌倦。但在国事方面，朱由校却推得干干净净。经常是他专心做着木匠活的时候，魏忠贤就奏事。这时他总是厌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因此魏忠贤在得此特批后，开始逐渐滥行赐赏，大施刑罚，造成了空前的宦官专政。而早期辅佐朱由校的东林党人，也被魏忠贤借机矫诏擅权，逐步排挤。而后东厂之人横行不法，奸佞当道，整个国家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杨涟、左光斗、魏大忠等东林六君子先后枉死。
1625年5月，朱由校在游玩时不慎落水，随之惊吓成疾。1627年5月，朱由校就疾复发，驾崩于乾清宫，年23岁，在位共7年时间。因为朱由校没有子嗣，所以兄终弟及，皇位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他的弟弟朱由检的头上。而后，信王朱由检登基即位，年号崇祯。崇祯皇帝即位后，就发布了弹劾魏忠贤的10大罪状，并立即命令锦衣卫逮捕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最终上吊自杀。《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中对朱由校有这样一段评价：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在明朝没出息的统治者中，天启皇帝的名声最坏。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第16位皇帝，生于1611年，死于1644年，1627年至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通称崇祯帝。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5个儿子。崇祯帝是继太祖与成祖之后，大明朝最勤政的皇帝，生活方面比较简朴，也不惜女色。要是在太平时期，他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守成皇帝。但奈何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积重难返，同时面临着党争、天灾、内忧、外患这4大问题，使得崇祯无法挽救，无力回天。新皇登基的第1天，崇祯就制定好了自己的计划，攘外必先安内，想要恢复大明朝往昔的荣光，就必须先把大明内部的事情收拾好。所以崇祯帝费尽心力地扳倒了魏忠贤。魏忠贤死后，他的党羽也一并覆灭，大明的官场格局终于焕然一新。但就在崇祯登基的第2年，中国北方持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众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由于没有粮食，崇祯就下令裁撤了各地的驿站。因为这个政策，导致驿站的一个士兵李自成就此失业。不得已之下，李自成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此时的崇祯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裁撤驿站的这个决定，已经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公元1630年至1633年，陕西连续发生了水灾、旱灾与蝗灾，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就连蓬草与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很多人甚至只能吃观音土，继而腹胀而死。所以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西形成了高潮，高迎祥被推举为起义军首领，自称闯王。之后起义队伍迅速扩大，连续转战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等地。李自成、张献忠都属于高迎祥的手下猛将。而后起义军首领高迎祥在一次战役中被俘，押至北京后被崇祯凌迟处死。高迎祥牺牲之后，李自成继承闯王，部队发展到100万之众。张献忠也独树一帜，拥有数十万人。朝廷屡次派兵镇压，但无法将其消灭，而且起义军的数量不减反增，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这边农民起义镇压不下来，东北那边的后金政权首领皇太极又开始起事。皇太极见大明后院起火，于是趁热打铁，不断地在东北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崇祯急了。对于李自成，他始终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流民草寇，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但辽东的皇太极却文韬武略，能征善战，他不得不重视起来。所以他很快就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袁崇焕。袁崇焕拍着胸脯跟皇帝保证，只要给我5年时间，我定会驱逐鞑虏。崇祯听了当然很高兴，于是就把辽东的所有事务全交给了袁崇焕来处理。袁崇焕果然不负众望，刚上任
就遏制住了皇太极的疯狂进攻，而且还开始打起了反击，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皇太极是个聪明人，他已经反思就明白了袁崇焕是个硬茬子，武力很难拿下，必须用之去。于是他采取了一个鸡贼的战争策略，那就是搞反间计。于是皇太极就四处散播袁崇焕要造反的消息。崇祯是个寡恩重罚、重赌多疑的人，在他执政这些年里，11个刑部尚书和14个兵部尚书被替换，7个总督以及11个巡抚被诛杀，同时他还逼死了一个巡抚。所以只要崇祯疑心一起，管他是朝廷栋梁还是劳苦功高的名臣，照样是杀无赦。之后不出皇太极所料，崇祯果然中了他的计。崇祯一听袁崇焕居然要背叛自己，直接怒从心头起，二话不说就把他丢到大街上凌迟处死，甚至还让百姓分食他的肉。同时袁崇焕的家属也被流放到3000里之外的地方，家产也被抄没。明末的乱世风云，在这样一波一波非人的暴击之下，崇祯皇帝被彻底击溃了。在执政17年后，他迎来了自己的终结。公元1644年，也就是崇祯17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了北京城，北京陷落，火光滔天，熊熊烈火把破败不堪的大明王朝给吞噬了。自此，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崇祯登上眉山，俯瞰这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帝国，这里有呕心沥血的文臣，也有英勇杀敌的武将。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崇祯临死之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女，一头吊死在了眉山之上的一棵歪脖树上。临死之前，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朕自登基17年，虽朕博得匪功，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误伤百姓一人。原本有人建议崇祯逃跑，以求东山再起，但是崇祯并没有这么做。也许他觉得这是对君死社稷这4个字的唯一诠释吧。传说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有3个姐妹，姿色过人，其中大姐名叫恩古伦，二姐名叫郑古伦，三妹名叫福库伦。一天，3姐妹来到了一处风景秀美的河边游玩，正当玩得开心之时，忽见3只灵雀飞来，嘴里还叼着一颗红色的果实。而后这颗果实不偏不倚地落在了3妹的衣服上，三妹没多废话，抓起了果子就吃掉了。不久后，她就怀孕生出来了一个男孩。因为是在长白山下，所以她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爱新觉罗，也就是长白山居民的古音。清朝始祖闪亮登场的故事看着很神奇，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早已是司空见惯。譬如明太祖朱元璋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了一位仙人，给了他一颗仙丹；而汉光武帝刘秀出生时，更是红光满屋，宛如日出。所以换句话说，所谓的传说其实就是皇帝把自己神化的手段而已。抛开神话与传说，爱新觉罗家族实则是女真族的一个家族，而女真族就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由于气候苦寒，向往温暖的女真族人从未放弃逃离出那片冰天雪地，他们一直在试图向南迁移。宋朝时期，女真人建立了强大的金国，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想要冲出东北时，不巧他们遇到了比自己更为强大的蒙古人，于是突围东北的计划宣告失败。自此，女真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便是成大事者单枪匹马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明朝时，他们便与赶走蒙古人的明朝交好，
而爱新觉罗氏还被封为了建州女真左卫的首领，算是有了一个职位。那时的女真各部关系十分复杂，他们内部的各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征战，偶尔某个部族还会对明朝做一番滋扰。有一天，建州右卫的人惹恼了明朝，明朝当即下令让身为建州左卫的爱新觉罗氏去劝降。结果当双方正在和谈之时，明军却突然打了进来，将建州左卫的负责人兼谈判代表觉昌安父子全部误杀。而后明当局并未在意此事，便又将觉昌安父子的后代封为了建州左卫的首领。但殊不知此时巨大的祸根已然埋下，复仇的火焰即将燃烧。没错，这个后代很不领情，他认为你让我的爷爷和父亲去和谈，却反倒杀了他们，这实属是欺人太甚。于是他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向明朝复仇。而他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可以说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他的爷爷和父亲为明朝办事，到头来还被一杀了之，所以也并没有给他留下过什么，只留下了13套铠甲。但是事在人为，努尔哈赤就靠着天崩的开局，在10几年间就吞并了整个建州女真，并且他还悄无声息地消灭了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成为了女真族真正的大家长。不过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当族长了，于是他便利用八旗之制建立了一个国家，实行祭丁授田和搭配了共治国政，延续了当年的祖先完颜氏的传统，名曰大金，史称后晋。国家建立了，兵马也有了，于是就到了摊牌之时。而后努尔哈赤写了篇文章叫《七大恨》，誓师伐明，并在一个叫萨尔虎的地方痛击了明军。不过在几年后，他的后金军在宁远被一个叫袁崇焕的人一炮击败。而后努尔哈赤带着愤恨和遗憾，不久就病死了，寿享68岁。努尔哈赤死后，将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这个儿子能文能武，还有个霸气的名字，名叫皇太极。此时是后金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因为这时的中原民变迭起，瘟疫肆虐，大明王朝已然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过努尔哈赤过不去的地方，皇太极一样过不去。于是他展开跳跃性思维，决定放弃山海关，从蒙古绕路。为此，皇太极还痛击了蒙古部落察哈尔，就此扫清障碍。不过正当皇太极势如破竹之时，他却遇到了一个老熟人袁崇焕。而后皇太极再一次空手而归，而正当他以为此生恐怕再无机会实现祖先大业之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明朝的崇祯帝认为袁崇焕的这次神预判是因为私通敌人，就这样一代名将袁崇焕便被崇祯以谋反大逆罪下令处死。清修明史认定袁崇焕以敌协和的传闻是出自于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其实不论真实的历史如何，袁崇焕之死则代表着当时的明朝已经自毁长城。公元1635年的农历10月13，皇太极颁布诏书，将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国号从金改为了清，而君主的称呼也从可汗变成了皇帝，并且他还把天聪的年号改为了崇德，还追封后金的第一任可汗努尔哈赤为清太祖。由此大清正式建立，山海关以外之地几乎全部归于清朝之手。不过在1643年，皇太极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雄心，便猝死于清军的入关前夕。总体来说，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宏，在军事上他也有勇有谋，而在政治上他又极富开拓精神。他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推崇汉族文化，兴利出弊，优理汉官，堪称上承太祖开国之序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
皇太极去世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因此他的14弟睿亲王多尔衮和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了争夺皇位，一度剑拔弩张。最后依靠着皇太极的二哥代善从中斡旋调解，以开会辩论的方式才平息了这场皇位的纷争。最终他们确定由皇太极的第9子年仅6岁的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继位。但由于这一年福临才6岁，所以就由他的叔叔多尔衮帮他治理国家，史称多尔衮摄政。多尔衮成为了摄政王之后，他亲率7万8骑劲旅，开始准备南征中原。这个时候的中原正一片混乱，闯王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崇祯上吊自杀，而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平西伯吴三桂也派来了使者向清廷割地借兵。至此，清军正式入关，并下达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而后多尔衮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逼迫吴三桂降清。接着8旗铁骑直入山海关，他们先是在一片石之战中重创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接着又夺取了当时还是4朝古都的北京城。占领了北京之后，多尔衮便立刻派人从盛京接来了顺治皇帝。从此，大清成为了第5个定都北京的王朝。迁都北京之后，清军兵分3路，第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在击破了河南境内的大顺军之后，直下江南，开始攻打南明政权。第二路由英亲王阿哥吉统帅，从河北经山西入陕西，再至湖北，一路追击李自成。第三路由肃亲王豪格指挥，进入了四川，剿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后在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多尔衮出塞涉猎，死于塞外。当时顺治皇帝年仅12岁。而后清军又南下攻取了云南，吴三桂更是率军深入缅甸，他俘虏了明朝的末代皇帝永历帝朱由榔。至此，南明政权彻底灭亡。以此为标志，大清帝国从迁都北京开始算起，历时18年，终于完成了天下一统。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由于国事和家事的困扰，大清才开了个好头，顺治皇帝就撒手西去，年仅24岁。顺治是清朝入关后除了溥仪以外唯一一位被火葬的皇帝，所以民间才会有关于顺治退位出家的种种传说。顺治皇帝虽然只活了24岁，但是儿子却有8个，其中第3子玄烨，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最终他得到了江山的继承权。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清圣祖康熙皇帝。康熙继位的时候只有8岁，因此朝政一度被权臣鳌拜把持。后来在康熙15岁时，他用计制亲鳌拜，之后才得以真正的亲政。亲政后的康熙开始下诏停止了圈地，并缓和了满汉矛盾，同时他还大力的整顿吏治，恢复了明朝后期的京察制度。而后年轻气盛又自认颇有一番作为的康熙决定撤藩。当初在清廷入关的过程中，有4位明朝的降将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分别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与孔有德。这些人之后都成为了一族异姓的藩王，其中孔有德在征伐南明的战争中战死，而其他3人则分别获得了云南、广东和福建作为封地，成为了大清帝国境内的3个独立的小王国。为了对抗朝廷的撤藩，平西王吴三桂率先起兵发动反叛。之后，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仲明之子耿精忠、孔有德的女婿广西将军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先后响应，而且连蒙古的察哈尔王布尔尼以及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也趁机出兵，开始攻打清廷。在此危急之下，康熙冷静处置，沉着应对。他派遣堂兄鄂扎
和被誉为满臣翘楚的名将图海统帅大军，先去平定了对北京威胁最大的察哈尔。在察哈尔王兵败身死之后，清军借着余威又破降了陕西的王辅臣，稳定了北方。而后康熙又派出了他的另一个堂兄康亲王节书率军平定了耿精忠，同时还招降了尚之信和孙延龄。尽管吴三桂派人去杀死了打算降清的孙延龄，但是他仍然没能控制住广西，更是无力挽回败局。而后清军一路推进，最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蕃自杀，至此三藩之乱终被平定。之后康熙又击败了野心勃勃、意欲进取中原的蒙古准噶尔汗国和他的盟友俄罗斯，并且大清还和俄罗斯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对外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在这个条约里，中国这个称呼首次出现。而后康熙又派遣了姚启圣与施琅出兵台湾，消灭了一支以前明遗臣自居的郑氏家族，正式摄服台湾。稳定了朝局之后，康熙多次出巡，视察了各地的民情吏治，并主持修缮了黄河与永定河的河道。然而在康熙的晚年，他开始怠政懒政，纵容贪腐现象，更由于他2次罢免太子，引发了九子夺嫡的事件。此事极大地扰乱了朝局，自此清廷开始出现了吏治肥迟、国库亏空的情况。总体来说，康熙的一生文治武功皆不弱，他勤政爱民，宽容仁慈，因此史学家称其为千古一帝。康熙驾崩后，他的第4子雍亲王胤禛在夺嫡中获胜继统，是为清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帝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以勤政和铁腕而留名后世的，他事必躬亲，每天的工作长达10几个小时。据说他每年只在除夕、冬至和他自己的生日这3天才敢休息。他强调实干，反对空谈，提倡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他开设粥厂，救济贫困，兴修水利，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但更重要的是，雍正实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和师神一体当差纳粮这几项重要的改革，这极大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使清朝进一步呈现繁荣，获得了后世的肯定。雍正在位13年，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夺嫡事件，因此他晚年对自己当年死去活来争权夺位的岁月感到了厌烦，于是他便把太子的名字早早地藏在了乾监宫牌匾的后面，这也就是秘密立储制度。就这样，在其驾崩后，他的第4子弘历顺利继位，他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和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清高宗乾隆皇帝。乾隆可以说是清朝的皇帝中在今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关于他的奇闻异事数不胜数，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但是不得不说，乾隆前期确实一直在极力推行他父亲雍正的新政，他的政治手腕刚柔并济，拿捏群臣，还整顿军队，提高士气。文治方面，乾隆年间国库充盈，人口激增；而在武功方面，他剿灭了准噶尔，建立了新疆，平叛了大小和卓，实际控制的领土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使清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化，将康乾盛世也推向了顶峰，并进一步的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不过这些战争中有不少都是劳师费饷，收效甚微，并且他还挥金如土，劳民伤财，履行文字狱，为国家的衰败埋下了祸根。乾隆晚年曾自称是十全老人，以此来夸耀自己的在位期间10次平定国内和附属国叛乱的军事胜利。除了好大喜功之外，乾隆的私人爱好也是深受后人的诟病。乾隆非常喜欢收藏历代名家的书画，而且他不仅喜欢收藏，
还喜欢在字画上用印，甚至是题诗，所以凡是被乾隆收藏过的字画，大多都贬值了。说到题诗，就不得不说，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诗产量最高的诗人，他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从皇子到皇帝，再到太上皇。乾隆的诗词总体上遵循着他权力地位的提升，越写越多，越写越烂的创作规律。譬如像他晚年的名篇《飞雪》，诗是这样写的：一片一片又一片，2片3片4、5片，6片7片8、9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据说这首诗最经典的最后一句还是纪晓岚补上的。乾隆在位满60年的时候，为了不超过自己的祖父康熙，他便主动把皇位传给了第15子永琰，也就是清仁宗嘉庆皇帝。乾隆虽然让出了皇位，但是他仍然以太上皇的名义名退身不退，继续掌握着朝政，而皇宫里也继续使用着乾隆的年号。直到3年多以后，乾隆驾崩，嘉庆才真正的成为了秦帝国的统治者。总体而言，乾隆帝的成就是显著的，但他的统治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由于他晚年的奢侈浪费和官僚腐败，以及限制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与文化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清朝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落后，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及列强侵略埋下了伏笔。嘉庆帝出生于1760年，母亲是孝义纯皇后魏佳氏。嘉庆在乾隆年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逐渐被选定为皇位的继承人。1796年，嘉庆帝正式继位。1799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才正式亲政。不过，当嘉庆继位后，才发现乾隆留给他的竟是一个烂摊子。亲政后的嘉庆立即赐死了乾隆晚年的宠臣和珅，并从和珅的家中抄没了折合白银11亿两之多的财产，这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而和珅也因此成为了18世纪的世界首富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因此，中国民间也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不过，此时清朝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官员腐败、自然灾害和白莲教起义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财政的困难。嘉庆帝努力地削减开支，试图恢复国家的财政健康，但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嘉庆延续了乾隆的高傲，拒绝了西方传来的先进科技，让清朝错过了世界发展的末班车。到了嘉庆晚年，京畿直隶一带的天理教教灭，在宫内太监的策应下，竟然以200多人的极小规模攻入了大清帝国的心脏紫禁城。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北京故宫隆宗门的匾额上看到当时激战留下的箭头。又因为这次天理教起义的时间是在嘉庆18年，因此这场变故也被称为18年之变。而在天理教教徒正在进攻紫禁城的时候，嘉庆正在从热河避暑山庄回北京的路上。当时正在宫中的皇次子明宁挺身而出，指挥宫中的侍卫围剿了天理教，并且还亲自开枪击毙了2个教徒。明宁此举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资产。总体来说，嘉庆帝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变迁。在他的统治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他继承了乾隆帝留下的庞大帝国，但面对严重的内部腐败、军纪问题和外部威胁，他也曾试图通过削减开支和恢复儒家传统来稳定局面，但最终也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围剿天理教教徒的这份功劳，明宁被加封为智亲王，而后更是继承了嘉庆的皇位，是为清宣宗道光皇帝。道光可以说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像是1个月才换一次衣服，要求后宫的嫔妃学习女工来给衣服打补丁之类的事迹，无一不彪炳青史，令后人震惊。道光不仅是治家节俭，治国更是如此。譬如像是道光6年，
回部首领张格尔煽动新疆的穆斯林叛乱。在平定了张格尔叛乱之后，朝臣们请求在新疆常驻18000人的常备军，以此来维护新疆的稳定。然而道光却为了节约军费，只同意驻扎6000人。于是大臣们愤然上奏，称6000人根本无法守卫新疆，这些人力只能专守新疆东部，所以西部就只能交给当地的回教首领去自治。听此一言，道光才最终同意了新疆驻军18000人的方案，但是他要求内地各省要裁撤2%的士兵，以此来节省开支，用剩下的钱来供应新疆的驻军。之后，英国为了贸易全球，便向中国输入了鸦片，但他们因为不满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禁烟运动，于是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英国凭借着工业文明的强大实力，轻而易举地突入了中国的华东地区，这对这个古老的帝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但是客观地说，在英军攻克了镇江之后，大清朝还远远没有被锁定败局。但是道光却急于妥协，其并不是认识到了工业文明的先进和强大，而只是出于他近乎病态的节俭意识，为了省下海防和军务的庞大开销，从而选择了和谈。战后，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还开放了5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至此，中国自乾隆朝开始的闭关锁国已然结束，而且中国被迫一步步地卷入到了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总体而言，道光帝的个人努力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但可惜他面对的是一个问题重重、内外交困的时代。咸丰皇帝的一生算是有些无奈的，他基本上没过过什么安稳的日子，因为他的在位时期内忧不断。当时中国北方爆发了捻军起义，而南方则是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天国起义。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我在这期影片中有过详细的讲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说回来，咸丰时期的另一方面则是外患不断。在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2次鸦片战争，清朝再次面临外部侵略，但由于清军的战斗力低下和指挥失误，所以在战争的过程中，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并逼近北京。咸丰帝被迫逃往了热河，而后他派出了恭亲王奕欣作为谈判代表，并最终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了更多的领土，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并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在逃往热河后，咸丰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在1861年病逝，享年30岁。总体而言，咸丰的统治时期是清朝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由于内外的压力过大，以及他的个人能力和决断力的不足，因此他的统治未能扭转清朝的颓势。1861年，咸丰的独生子载淳继位，是为清穆宗同治皇帝，其原本的年号为祺祥，后因慈安、慈禧共同垂帘听政而改为了同治。咸丰帝只有一个孩子，在他死后，这个孩子才6岁。咸丰担心这个孩子太小，无法治理国家，因此便给他留下了8个导师，也就是所谓的顾命大臣。而想辅佐皇帝的不只是顾命大臣们，还有小皇帝的母亲。他相信母凭子贵不是说说而已，所以在英法联军撤兵后，同治的生母便暗中联络咸丰的6弟恭亲王奕欣，叔嫂合谋发动了政变，铲除了8位顾命大臣，史称辛酉政变。而这个女人就叫慈禧太后。辛酉政变之后，奕欣成为了议政王大臣，而慈禧则和咸丰的东宫皇后慈安一起开始垂帘听政。至此，清朝开始逐步地迈入了慈禧太后时代。为了坐稳皇位，慈禧提拔了一些在剿灭农民起义中有功的汉人，他们分别是曾国藩、
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这几位厉害的人物意识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已经完全碾压大清，所以必须虚心学习，迎头赶上。于是自救行动开始，史称洋务运动。而后大清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开始购买西方武器，学习先进经验，创办了造船厂、军工厂、矿场以及专业的学校等等。而且大清还建立了新式军队，成立了当时亚洲实力排名第一的水师北洋水师。这使得已是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出现了中兴的气象，史称同治中兴。不过当时的同治帝已经无法欣赏这一中兴之景了，他在位只有13年，在他19岁时就因为感染天花而英年早逝。19岁的同治没有子嗣，所以慈禧选中了咸丰的七弟醇亲王奕轩的次子载湉继位，也就是清德宗光绪皇帝。在某些方面来说，光绪比他的哥哥咸丰更为成功。他4岁就当上了皇帝，不过更小的年龄才是慈禧看上他的原因。在光绪10年，慈禧借口军机处和内阁在中法战争中举措失当，于是就罢免了当时和他合谋政变的恭亲王奕欣和一众大臣，启用了李亲王世铎和自己的妹夫奕轩总领朝政，史称甲申一书。至此，风光一时的恭亲王奕欣淡出了大清的政治舞台，而慈禧则大权独揽，成为了大清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而后由于慈禧的大肆挥霍，舰船久不更新，因此北洋水师的实力一落千丈。到了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明治维新成功后的日本为了夺取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动了甲午战争。当时因为主导朝政、掌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私怨很深，因此李鸿章麾下的北洋舰队也就长期得不到中央的财政拨款，这极大地影响了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再加上李鸿章本人低估了日本的赌徒心态，最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放弃朝鲜，割让台湾，并赔偿军费达到2亿两白银。甲午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遭遇到了另外一个来自东亚国家的挑战，从此中国主导东亚2000年的朝贡体系彻底崩溃，日本一跃成为了东亚的第一强国。受得甲午战争战败的刺激，大清痛定思痛，他们明白了光学科学技术还是不够，要像日本一样学习开化的政治制度，才会立于不败。于是大清的第2次自救行动正式开始，光绪决意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改革，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变法。光绪虽然是个政治傀儡，但是良好的教育让他胸怀大志，提倡变法的有志之士一找到他，他立刻便下令支持。然而由于年轻的光绪处事操切，急功近利，甚至一天下达了几百条政令，再加上所用非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经验十分匮乏。因此在1898年的9月，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她软禁了光绪帝，逮捕了维新派人士。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才维持了103天，便宣告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被称为百日维新。当时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纷纷被捕。而后谭嗣同也在狱中写下了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尽管有机会逃脱，但谭嗣同等人选择留在了北京。他们坚持认为忧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们直面死亡，以此来唤醒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和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抗议。他们带着救国医民的满腔热血，最终于1898年的9月28日
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处决。戊戌六君子的牺牲，唤醒了更多中国人的觉醒和抗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精神遗产。而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慈禧将光绪软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考虑另立新君。这次慈禧选中的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于是溥俊便被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光绪，称为大阿哥。但是对于慈禧的这个决定，西方各国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十分同情和支持意图学习西方的光绪，因此他们坚定地拒绝参加清廷为了庆贺册立大阿哥而举办的国宴。这其中又以德国的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的态度最为强硬。而后记恨于心的慈禧为了威胁西方国家，便默许了当时民间的排外势力活动义和团运动。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河北、直隶等地。义和团成员四处破坏教堂，他们无差别地攻击外国人和教民，并不断地焚烧着铁路和电报线。而后，义和团进入了北京，开始围攻位于东郊民巷的使馆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多国的驻天津领事召开了集会，决定组织一支2000多人的多国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希摩尔统帅，强行在天津大沽登陆，并向北京推进。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慈禧便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开始向西方各国宣战。就在宣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天，端郡王载漪派人在北京东单的西总部胡同刺杀了德国的驻华公使克林德，而这便极大地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仇恨。1900年6月，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意大利、日本和奥匈帝国纷纷派出部队，组织了8国联军，攻占了大沽口炮台，一路向北京进犯，史称8国联军侵华。而慈禧则带着光绪和一般文武大臣仓皇逃离了北京，一路逃到了西安。而在这期间，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闽作总督许应奎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他们既不与列强开战，更不派兵支援京津，而是继续和各国保持着和平，史称东南互保。虽然东南互保切实地使得山东和南方各省免遭战争的涂炭，在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有效地维护了和平，但是这也使得清廷的中央权威跌落到了谷底。最终在1901年的9月，清朝和8国联军签署了辛丑条约，至此大清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禁的社会。辛丑条约规定，允许列强在北京的使馆区驻军，并向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损失的11个国家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另外，清政府也终于开始命令各地的地方官员镇压义和团。而后，义和团的多个首领被处决，这个组织也终被彻底摧毁。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并没有处罚抗命的地方督府，反而听取了这些改革派官员的建议，派出官方使团前往日本和西方各国考察，做出了准备全面推行改革的姿态，史称清末新政。然而，由于慈禧个人丝毫不肯放松手中的权力，因此以宪政为基础，以法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启动过。而光绪帝的结局则是时乖命贱。为了避免自己死后遭到光绪的政治报复，所以慈禧在临终前便将光绪软禁。1908年，光绪离奇死亡，而在他死亡前，他还在刻苦地钻研着法律。慈禧在临终前选择了光绪同父异母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长子溥仪入继大统，这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帝。当时溥仪只有3岁，所以慈禧留下遗命，
以载沣为摄政王，让其和慈禧的侄女隆裕太后一并执掌朝政。不过，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白，大清已然是烂泥扶不上墙。于是，一部分人认为要把国家改成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也就是皇帝只是个象征，而实权则是掌握在大臣的手中。这部分人叫做立宪派。而另一群人则认为大清罪该万死，皇帝更是其罪当诛，所以纵使君主可以做个吉祥物，也是多此一举。因此，他们提出抛弃皇帝，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这批人叫做革命派。而此时的大清固然是觉得第一个方法可行，因为毕竟自己还能存活。而后，在国内立宪派的压力下，在宣统3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仍立责任内阁。然而，内阁的名单一经公布，立刻便引起了全国的舆论哗然。因为这13名内阁大臣中，包括内阁的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在内，有7位都姓埃星觉罗，而且他们掌管的还都是像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等等这样重要的实权部门。因此，这届内阁被人们讥讽为皇族内阁。而此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是不可逆转。于是，在皇族内阁诞生的5个月之后，革命派怒而起之，武昌起义正式爆发。而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而最终，在宣统3年的农历12月25，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的名义颁布诏书，宣布溥仪退位。至此，延续了近3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就此终结。溥仪退位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他和他的家族得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并为其保留了一定的尊号和礼遇。然而，溥仪在紫禁城内的生活逐渐变得孤立无援。1924年，冯玉祥将军率军入城，驱逐了清室成员，溥仪被迫离开了紫禁城，迁居到了天津的日租界，在那里他度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而后，在1931年，日本的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占领了东北3省。次年，在日本的扶持下，溥仪被邀请到长春，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他被日本扶持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年号康德，成为了日本在华的傀儡。在伪满洲国期间，溥仪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实权，他的统治完全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控制和操纵。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满洲，而溥仪在试图逃往到日本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联拘留了几年后，他被引渡回了中国。1950年，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了长达10年的思想改造，最终被特赦。而后，溥仪被特赦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成为了当时的政协委员，并开始在北京植物园从事园艺工作，逐渐适应了普通人的生活。1967年，溥仪因肾癌去世，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61岁。溥仪的一生经历了清朝的覆灭，到伪满洲国的傀儡，再到战后战犯改造，最终到中国普通民众的转变。他的命运象征着中国历史的剧烈变迁。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在动荡历史中的一道缩影。相比较而言，清朝的12帝中，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和前期的乾隆帝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创业和励精图治之地。他们有气魄、有能力，善于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制定的政策也多数比较适合国情，促进了大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发展，使得清王朝从偏安一隅的地方势力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政权。但是从顺治帝开始，
因为死守自然经济和长期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便限制了大清的发展。由此，自乾隆晚期时起，大清的吏治逐步崩坏，而皇帝或纵情挥霍，或驻守平庸，或贪恋女色，或制作偶像。清朝的兴亡，除了与12帝有关，还应该说与慈禧太后息息相关。因为在咸丰帝死后的近50年里，他垂帘听政，独断超纲。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他们发展科技，经济繁荣，改良政治，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缓。她为了一己私利，施展阴谋，倒行逆施，因此在她死后，清王朝国破家亡，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此外，清朝的兴亡还与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像明朝的腐朽为其兴起开了绿灯，李自成推翻明朝为其入关夺政排除了障碍，而吏治腐败、闭关自守、制度腐朽则使其衰落，外国的侵略和农民起义则使其丧尽元气，最终辛亥革命则直接使其彻底垮台。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大清王朝的龙体荣辱实在是荡气回肠，而大清王朝的12位皇帝，他们的文治武功也是各有千秋。在他们各自的故事中，赫然在目的就是一个古老帝国的沧海桑田。好了，这一期就是这样，感谢你看到这里。这里是床台，你的床边电台，一个穿越过往慢说历史的频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